杨清河醒来的时候，感觉浑身上下都难受，尤其是额头。睁眼一看，发现这不是他熟悉的房间，也不是医院高级病房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昏迷的时候，杨清河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他在跟什么人争吵，最后被人推下了土坡。醒来后发现脑子里多了一串不属于他的记忆，他穿书了，穿到自己闲暇之余看到的一本狗写的《大将军与俏媳妇》的小说里，成为了里面的大反派的后妈。书里的杨清河简直是作精转世，他一心想嫁给村长家的小儿子，不惜大半夜去撬村长家门，想来一把生米煮成熟饭，没想到被村长家的狗发现了。狗叫声跟尖叫声吵醒了半个村的人，至此以后，杨清河的名声彻底毁了，成了十里八乡不要脸的代表，没人愿娶。他娘隔三差五的来村长家门口闹，要村长对他女儿负责。村长家为了避嫌，赶紧给小儿子定下一门婚事，不日成婚。杨清河就这么耽搁了下来，直到20岁那年，杨清河的娘杨李氏嫌弃他在家吃白食，以5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婆娘，成了简昭的后妻，兼3个大反派的后妈。完了，这是真穿越了。老大老二呢？大哥二哥在外婆家里。在杨家？这是怎么回事？杨清河思考了一下，想起来了，今天早上原主叫那哥俩出去找吃的，可现在大冬天的，哪里有什么吃的？小孩在外面冻得发抖，也不敢回来，说是空手回来是会被毒打一顿的。于是没办法，哥俩只能去偷别人家的鸡，好死不死的被人抓到了。被偷的那家人就把原主给叫了过去，要么说原主是个作精，他去了那里，二话不说跟人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不知谁先动的手，把原主给推下山坡，磕到了头。于是原主没了，杨清河给过来了。按照小说里写的，在原主晕倒后，原主的娘就把哥俩给带回去了，为了哄小孙子高兴，把老大的腿给打断了。后来又没有及时救治，导致老大以后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想到这里，杨清河嗖一下坐了起来。娘不要打我，我乖乖的，我不哭了，别打我。原主真是个垃圾，3岁的娃娃都不放过。别哭了，我不打你，我现在要出去把老大老二带回来，你乖乖的在家等着。希望还赶得及，要是老大的腿真被打断了，见着回来不扒了他的皮。哥哥，我好冷，膝盖也好疼，求你们了，让我弟弟起来吧，我可以继续跪。还真是哥俩好呢，可惜都是废物，偷只鸡都能被人抓到，太没用了。求你了，让我弟弟起来吧，他之前病狠了，留下了病根，不能再继续跪了。天太冷了，简佳宇自己都是在咬牙硬撑。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晕倒，晕倒了弟弟该怎么办？他要是晕倒了，这些人肯定会拿弟弟出气。为了弟弟，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可是他不过也就是个7岁的孩子，又能坚持多久呢？奶奶，他们没拿吃的回来，罚他们，打断他们的腿。不要！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一个老太婆拎着棍子从堂屋里走出来。简佳宇从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绝望，他想反抗，他想站起来带着弟弟跑，可是腿已经跪麻了，没有知觉了。哥哥，我不要被打断腿，我不要！看着放声大哭的弟弟，
简佳宇的眼睛也红了，他死死咬住下唇，不让眼泪掉下来。为什么他们要遭受这一切？以前爹还在的时候，这些人虽然也不喜欢他们几个，可也不敢这样对他们动手。爹，你到底在哪里？救救我跟弟弟！突然的一声巨响，把屋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杨清河弯下腰，不停地喘气儿，环视一圈屋里的情况，看来是赶上了，没白费他大冬天的跑出了一身汗。杨清河，你这个死赔钱货，脑子被驴踢了，居然敢踹门！老娘打死你个小贱人！话毕，举着棍子朝他冲过来。杨清河朝他翻了个白眼，侧身躲过后，直接走到俩孩子身边，一只手一个把他们拽了起来。杨清河弯腰把简家南抱了起来，吓得简家南马上想挣脱下地自己走。娘，我可以。闭嘴，再啰嗦我给你扔在这儿。你乖乖的别动，我抱不了俩，你能自己走吗？简佳宇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点完头才发现不对，这是什么情况？这个往日里最讨厌他们的后娘，居然会来找他们，还主动抱起了走不了的弟弟。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呦，小姑子今儿都敢跟娘作对了。说话的是原主的大嫂赵小花。这个赵小花啊，是个搅家精。原主之前被打骂，甚至最后被5两银子赶出门，除了蠢之外，99%都跟这个赵小花脱不了干系。你这狗娘养的东西，你想把他们带去哪里？给我放下！好家伙，杨清河乐了，这老钱婆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他懒得搭理这婆媳俩，对简佳宇说：走吧，回家。赵小花满脸止不住的讶异，这个小姑子今天真是吃错药了。刚想继续拱火，就看到杨清河把简家南放下，转身走进了厨房。杨清河在厨房里翻出了一个篮子，打开米缸，垫了一块麻布，装满了大米，并把杨氏攒的15个鸡蛋也给顺上。原主这个蠢货为了讨杨李氏的欢心，不仅把孩子扔给杨家使唤，自己也是有什么吃的都紧着杨家人，导致他跟3个小孩常常是饿着肚子。现在的杨清河才不是那种软弱无能只会欺负孩子的废物，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不拿些吃的，今晚吃什么？原主能忍饿，他可不能。走吧，老大。死赔钱货，烦了你了，把东西给我放下！一觉醒来喜当妈不说，还是个人品有问题的妈。对了，有功夫对我动手，不如抓紧时间找人修门，晚了可要守门过夜了。回去的路上，简佳宇一直在盯着杨清河，生怕他一个不乐意就把弟弟摔地上去。在他怀里的简家南也是惴惴不安，又怕突然被摔下地，又不敢搂着他的脖子。杨清河在心里叹了口气，把小孩往上提了提，问道：腿疼吗？不疼的。以后他们要是再叫你过去，你别去，知道吗？哥哥还有妹妹也一样，都别理他们。有什么事让他们来找我说。俩孩子没接他的话，压根儿就不信他说的。也是，原主造的孽，哪是3两句话就能洗白的。到家后把人扔到炕上，杨清河就去了厨房，他要烧水，要给3个孩子洗澡。二哥，娘怎么抱着你回来呀？娘醒来后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啊，娘醒来后就问哥哥在哪，然后就跑出去啦。简佳宇跟简家南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迷茫。不管他想干什么，我们只要等到爹回来就离开这里。即使简昭莫名其妙失踪了1个月，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3个孩子却坚信着他们爹没事儿，一定会回来接他们的。简家南，过来，快过来，
这门口干什么呢？杨清河牵着他，三下五除二的把他的衣服脱了。快点，别着凉了。简家男直接懵了，娘这是要帮他洗澡。半个时辰后，在换了4次水的情况下，终于搞定了一个。我可以自己洗。快拉倒吧，就你这头发，自己洗得多久啊？简家宇无法形容此时内心的感受，既是害羞，也有隐约的期待。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关爱，他自从生下来就是奶嬷嬷带，那个娘从来没有踏进过1次他的院子。原本以为是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招喜欢，结果发现弟弟也是一样，妹妹也是一样。为神，想什么这么入迷呢？等会儿把妹妹抱过来，再找把剪刀给我。你要剪刀干什么？能干什么？给你们把头发修剪一下。赶紧的，穿好衣服就把妹妹抱过来。如此这般，等3个孩子都搞定了，天已经黑透了。杨清河把孩子们安顿好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厨房做饭。他把今天从杨家拿回来的鸡蛋全打了，打算做个鸡蛋羹配上白米饭。来，吃饭了啊！娘，真的可以吃吗？娘，你不会要毒死我们吧？不至于。吃吧。不管娘有什么目的，吃饱了再说。4个人吃了个饱，空旷的胃终于迎来了食物的安慰。杨清河第一次觉得鸡蛋是这么的美味，把碗拿去厨房后，又端来了2碗姜汤，逼着俩大的喝了下去。因为没有红糖，被呛得眼泪汪汪。以往你们是跟爹睡，但他现在不在家，没人砍柴，柴火有限，烧不了2个炕，你们暂时都跟我睡。开门，杨清河！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给我滚出来！你个不要脸的贱货，别以为躲在家里不出声就没事了。老大老二，给我踹门！没事，有我在。说完，他随便套了件外衣就走了出去。杨老大正抬腿准备用力一踢，门突然打开了，他瞬间失去了平衡，朝前摔倒。杨清河通过原主的记忆知道这是原主的大哥。杨家一共4个孩子，前3个都是男孩，按理说原主这唯一的女儿应该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偏偏这老杨家都是极端重男轻女的货色。你个贱人，想摔死你大哥呀！娘，这青天白日的，你可别诅咒大哥呀，没准哪天大哥就真的摔死了呢。这一句话让杨老太婆气得脸都绿了。杨清河说完就没再看他，转而看向了门外站着的一群人：杨老太婆、杨大嫂、杨二哥、杨二嫂、杨三哥、杨三嫂，还有一堆小屁孩，男男女女10来号人，都是姓杨的，这可真壮观。你个贱人，怎么说话的？怎么，你们大清早的就来踹我家的门，还指望我说什么好话？杨老大愣了，似是没想到杨清河敢顶嘴。杨老三开口了：还不是你太不要脸，把昨天拿走的大米和鸡蛋都还回来，那都是你侄子和侄女们的口粮，你拿了，他们可就没东西吃了。我没听错吧？就那几个，一个个的比我家孩子壮多了，就是放眼全村都没几个比他们胖的，这就没东西吃。我告诉你杨清河，你今儿不把粮食还回来，我们就村长那儿见。杨清河低头笑了，拿村长威胁他，从来只有他威胁别人的份儿，杨老太婆算什么东西啊？行，那就村长家见。说完，砰，把门就关上了。走，去村长家，我今天必须让这小贱人把拿走的东西双份吐出来。杨清河进屋后就赶着几个孩子去洗漱，说要带他们一起去县里。3个孩子都没动，2个大的面露惊恐地看着他。不是说要去村长家吗？我只说了村长家见，可没说是今天见啊。好有道理呀，一时无法反驳。那你为什么带我们去县里？是不是要把我们卖掉，
话还没说完，但杨清河听懂了。干嘛呀这是？你们瞎想什么呢？只是单纯的想带你们去县里走走，去不去？笑完又觉得心酸，肯定是没少听说要把他们卖掉，才会听到出门就害怕。于是杨清河又是哄又是发誓，才让孩子们相信他真的没有卖了他们的打算。娘，不，娘，他不饿，我们也不饿。不要这么紧张，饿了就说，没关系。刚好我也饿了，一起去吃云吞吧。说完走到摊点前，点了3碗云吞。妹妹还小，吃不了1碗，我们3个分别匀一点给她。哥俩盯着云吞发呆，谁都没动筷子。娘，你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哎，别这样，我不是你原来那个娘了。昨天洗澡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说了，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带你们了。以后你们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想干什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都会满足你们。前提是你们要自己说出来，好吗？不必强迫自己马上改变，且看以后吧。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要靠什么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同样作为穿越者，他没有空间灵泉之类的金手指，也没有顶尖的厨艺，靠美食发家致富，上山打猎挖药治病，他更是一窍不通，这就很苦恼了。清河不易，清河叹气。有什么挣钱的方法？那你身上的钱是哪来的？这不是暂时先借着你爹的用吗？我以后挣钱了再给他加倍还回去。懂了，偷拿的。这位小娘子，你想买些什么呀？不，我不是来买东西的。请问铺子的掌柜在吗？我是来应聘的。应聘？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儿还缺绣娘吗？这主要是看小娘子你的手艺如何。我的手艺您放心，不说顶好，但绝对差不了。李元双没说话，他这绣坊是县里唯一一家，附近几个村手艺比较好的绣娘基本都在这儿了。如果说这个小娘子手艺一般的话，是没有必要多招一个人的。大姐，不瞒您说，我相公前段时间受了伤，在家里躺着，家里一下断了经济来源，相公的医药费还有3个孩子的吃穿用度，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您就收下我吧，我保证我的手艺很不错。他怎么说谎都不心虚的？小娘子，你太不容易了。还真有人相信。这样吧，小娘子，我这儿有个活计，是王员外家的小姐，这个月过生辰，里外都需要布置，家里急需20个荷包，装碎银犒劳下人。荷包嘛，简单，保证让他刮目相看。那真是太感谢大姐了，这事儿不需要经过掌柜同意吗？我就是元双，这是我的铺子。是我眼拙了，没认出您。李元双笑了笑，摆摆手示意无妨。那这个工钱怎么算？一般是10文钱一个，如果绣工特别好的，可以15文一个。本来依照规矩，回家做活的是要缴纳一定的押金的，但是李元双可怜他一个人养家不易，就免了他押金，也算是非常信任了。又问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交货日期，杨清河就提着工具包走了。崽子们，我们以后有钱花了，我们今晚庆祝一下。你们想吃什么，我们去买。娘以前是这种性格的人吗？于是他们买了1斤猪肉、10斤大米、1把豆角、2根莲藕，还买了一些配料。老杨家的人在杨清河关门后就匆匆地往村长家去，打算先去抢占心机，势必要这小贱人好看。在路上杨老太婆便安排好了，3个儿媳妇加上他，4个人一进村长家就开始嚎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村长家在办丧事儿，把村长气得脸都黑了。什么事儿？你说清楚，别大清早的就来我这儿哭，晦气。于是杨老太婆就开始告状了，什么殴打老娘、砸门抢食、辱骂兄长等等，把一堆罪名都往杨清河身上扣。
求村长务必给他做主。你确定这些都是清河干的？杨老婶啊，村里谁不知道清河最怕的就是你，还有这个胆子？杨老太婆噎住，这小贱人之前确实是最怕他，就是从昨儿昏迷醒来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不知道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村长见他不说话，又看向杨老大，你说说啥呀？我昨天都不在家，这些事也都是听老娘说的。村长，我们也没胆骗你呢，这都是真事儿啊。我们家的门昨晚还是当家的修好的，还有吃的。你不信你问问孩子们，昨晚是不是都没鸡蛋吃了？对的，姑姑把鸡蛋都拿走了，我饿了一晚上。村长在心底叹了口气，这老杨家的事儿他是真不愿管。前几年半夜撬门事件，让他们一家没少被杨理事坐在门口哭闹。虽然后来又不了了之了，但他也是真的厌烦了这一家子。就拿现在这事儿来说吧，他是根本不信清河有那个胆子做这些事儿的，就算是真的，肯定也是被杨理事添油加醋了。这事儿总不能听你们的一面之词吧，我也得问问清河那边。于是让家里一个孩子去叫养清河。一盏茶的时间，小孩跑了回来。爷，清河姐不在家，隔壁婶婶说清河姐带着孩子去县里了。啊！他肯定是要把孩子卖了，这黑心丫头呀！我这就去他家门口守着他，他一回来我就押他过来。我们村不能容忍这种人渣。村长想说什么，又觉得得见到杨清河再说，于是摆摆手让老杨家去了。出了村长家的门，杨老太婆兴奋得不得了，她早就想把那3个贱种卖掉了，如今小贱人先下手，倒是省了她不少功夫。等小贱人回家后，立马把银子抢过来，再把她押到村长家，让村长报官把她抓起来。以后虽然少了个帮干杂活的人，但想到不用再见他，杨老太婆还是很兴奋。她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孩子，吃了他这么多补品，居然是个赔钱货女娃，还好死不死让村里唯一的老秀才教他读书识字。凭什么他老大老二老三哪个不比那个贱人好？老秀才就是不肯教，活该死得早。贱丫头学这么多有什么用？还不是像狗一样要讨他们欢心。杨老太婆心里美滋滋的，为了第一时间抓住杨清河，家都没回，就在他家门口守着，等了快2个时辰，在耐心快要消磨殆尽时，终于看到了回村的杨清河。你怎么让开，别挡着门口。怎么说话的？杨老太婆的谩骂在看到杨清河背上的背篓后停止了，她改口说：哟，还算你有点良心，知道自己错了就好。把东西给我，再带上这3个拖油瓶，去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东西是我跟孩子们吃的，衣服要洗，叫你儿媳妇跟孙子去洗。杨老大听他这么说就火了，这小贱人不给点教训，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他撸起袖子就要冲杨清河走去，杨老大举着巴掌，还没扇到杨清河，就被他半路截住，抓住杨老大的胳膊，将他背负于右肩，弯腰屈背，一使劲儿，完美的来了个过肩摔。你居然，你个贱！你骂我一次，我打一次。杨老二、杨老三看着被摔地上半天没站起来的杨老大，咽了咽口水，心里都在庆幸自己还好没那么冲动。杨二嫂跟杨三嫂都往后退了几步，看着老大家的惨样儿，一时间没人敢轻举妄动。干什么呢？是村长。村长在老杨家走后一直心神不宁，他怕杨清河是真的把孩子给卖了。别人不知道，但他作为村长还是知晓一二的。当初帮简昭置办房屋地契的妇人，穿着举止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村妇，村长也是见过世面的，明白一些大家族里难免有些龌龊事儿。这个叫简昭的年轻人肯定不是来乡下养病这么简单。
村长啊，您可要为我家大志做主啊！清河，这是你干的。没错，村长，我们几个可都是看在眼里。杨清河实在是太过分了，大哥只想教训他对娘出言不逊，他就把大哥打成这样。村长，你要为我家大志做主啊！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倒下了，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办呢？村长头都大了，问杨理事打算怎么解决。杨理事嚎道：我要这小贱人给老大做牛做马，好好服侍老大，还要给我们家赔偿10两银子。真是太好笑了，要我赔10两，要我伺候杨老大。行啊，那我们先把之前的事捋一捋。村长，我要报官，状告杨理事企图杀害我的孩子。什么意思？杨老婶要杀人了？太可怕了，杀人啊，即使不是亲外孙也不能这样吧。要我说呀，这杨老婶是做得出来的，你们忘了，她当年就差点杀死亲女儿。小贱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你知道楠楠吃不了花生，刚入冬的时候，有一天你特意端了1碗花生粥给她，她差点就吃下去了。如果不是杨家宝突然发馋抢了去，她是楠楠早没了吧？这小贱人怎么会知道的？那当然是感谢我的好大嫂了。杨小花在杨老太婆仿佛淬了毒的目光下冷汗直流。完了，婆母肯定不会放过她的。清河，这事村长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你看报官的事，村长叔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这事闹大了，与我们村也是颜面扫地，所以交给村长叔我是很放心的。杨理事跟赵小花从今天开始在宗祠连跪7天，任何人不得探望，并且把此事上报族老。再有下次，不处理杨村，从今往后杨家任何人不许找清河一家的麻烦，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清河，怎么样啊？一切都听村长叔的安排。肚子饿吗？我先给你们煮点粥，晚上再吃肉，好不好？简家南摇摇头，简家宇不作声。刚才只顾着想弄死杨老太婆，没有考虑到2个孩子的心情。他弯下腰，把简家南搂到怀里，轻轻地拍打他的背，以示安慰。在无声的安慰中，他突然哇地哭出了声，似乎是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没命了。是娘的错，以后不会再让你遭遇这些事了，我保证。小雨，你差点害死了我弟弟。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们，我也尽量不让弟弟妹妹出现在你们面前。我明明已经我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你们，是你们不愿意放过我们。你现在这样，又是做给谁看呢？你让我们相信你，可是哪有无缘无故的好？你之前那么讨厌我们，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你们都是这么自私。娘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人。那个女人，杨清河回忆了一下书里的内容，明白了，是他的亲娘。他亲娘跟原主简直是棋逢对手，一样的狠毒，一样的不是东西。杨清河把简家宇强行按在怀里，感受到他不停的颤抖，终是不忍心再说什么，说的再多都不如做出来的实际，已经造成的伤害只能是尽量去弥补。我会做给你看。回应他的是嚎啕大哭。那个默默流泪的小孩捂着脸蹲在地上，似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尽。第二天醒了个大早，杨清河估摸着还没到6点。毫无娱乐活动的古代，唯有睡觉得以解千愁。按照这不到9点就睡，不到6点就醒的日子过下去，杨清河觉得自己能活到99。把米放进锅里煮粥，他来到院子里压腿。早上你在干嘛？练习压腿啊，以后跳舞打架都用得上。跳舞打架？娘还会打架啊？可以教教我吗？好啊，对哦，教你们打架，以后就不怕被欺负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教会了俩大的，
以后不仅可以保护妹妹，也可以保护自己。说干就干，吃过早饭以后，他把俩大的叫到院里，开始从最基础的教他们。简佳宇收起了之前带着玩闹的表情，他对这方面有着极大兴趣，学得非常认真。不愧是以后赫赫有名的大将军。1个时辰就这么过去了。娘，你还会功夫呀，好厉害呀！昨天把舅舅摔了出去，是谁教你的呀？你为什么会学功夫呀？是谁教的？怎么说呢？那个教练姓马，叫马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你娘呀，我厉害着呢，你要是认真学，以后也能这么厉害。一转眼7天过去了，今天他又打算去一趟县里，准备提前交货，再不结工费他就真没钱花了。因为想着交货以后就有钱花了，杨清河决定带上3个孩子一起去，到时候可以吃个肉包子什么的开开荤。这几天吃的都是白菜红薯，脸都快绿了。孩子们早上练习空手道的时候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这个小娘子手艺这么好。老板，你看我这手艺还行吗？行，可太行了！我好久没看到这么厉害的绣工了。那工费？瞧我这记性，小娘子，你这手艺真的太好了，我给你20文一个的价格，希望我们能长期合作。20文？杨清河眼睛亮了，一共是400文，比预期的还要多，很好，很好。那可真是太感谢您了。结了工钱，又接了个团扇的活儿。杨清河带着孩子们开开心心去买肉了。杨世宝看着坐在旁边低头不语的杨清河，不屑地撇撇嘴。平时从来没见过他出门，今天别是故意的吧？就为了遇到他。杨世宝的妻子何美凤见相公盯着那个狐狸精看，瞬间就不高兴了。长得好看又如何？还不是名声差到只能做2级。听说他相公出事死了，哼，还得养着3个拖油瓶。想到这儿，何美凤心里又舒坦了，暗暗哼了一声，没再说话。杨清河不知道这对夫妻心中所想，要是知道了，估计会直接跳起来打爆他们的头。回到村里，杨清河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家。杨世宝隐隐感觉到不爽，明明是来偷看他的，从头到尾却没有看他一眼，这什么意思呀？在玩欲擒故纵？人都走远了，还盯着别人背影不放。何美凤语气不愉：这么好看，怎么不追上去打个招呼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胡说，你一路上眼睛就差挂在他身上了。无理取闹！杨世宝说完扭头就走，何美凤在原地气得跺脚，最后还是咬咬牙跟了上去。娘，中午吃什么呀？是简家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简家南跟简家瑶慢慢的开始会跟他撒娇了，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看到他就躲，这是个好现象。简家宇这个小狐狸脑子里弯弯绕绕太多，从那天哭过以后，他对杨清河的态度就很微妙，不好攻略呀。馋死你了，吃包子吧，去问问哥哥妹妹饿了没。吃完午饭，杨清河把3个孩子召集到院子，准备开一个家庭小会。娘，什么是家庭小会？就是我有一些想法，打算问问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一起考虑。娘真的像变了一个人，或许，可我们都还小，什么都不懂呀。可你们也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呀。我打算开春了就送小雨去学堂。简家宇震惊到说不出话。至于楠楠跟瑶瑶，我会在家里给他们开蒙，等他们都能识字了，再一起送去学堂。不过那个时候，你们爹应该已经恢复记忆来找你们了，到时候你们就能过上比这更好的日子了。娘，我是女孩子，村里的女孩子不读书。不，女孩子一定要读书。村里的女孩子不读书，是因为他们家大人们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还有你们2个也是，我不求你们考取功名，但你们一定要做个明事理、懂是非的人。2个小的不由得点了点头，保证一定会好好学习。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这个提议了。娘，我听小壮说读书好贵的，他娘就没舍得送他去。这些我会想办法，相信我了。你只要做好准备，开春去学堂就好了。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模样，简佳宇也点了点头。好，那就鼓掌，庆祝我们通过该提议。杨家，杨老太婆躺在床上，嘴里嗷嗷的叫个不停。整整7天，她除了晚上休息跟如厕，就是吃饭都得跪着吃，膝盖是又疼又肿。贱妇，让你多嘴！你给我等着，等我能下地了，我饶不了你！不会是老杨家的人又来找茬吧？走到门口一看，是村长的儿子杨世宝。你没事来我家门口晃悠什么？谁说我没事？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事？我，你下次再鬼鬼祟祟的来我家门口晃悠，我就不客气了。说完就带着孩子进门了。关门的时候还特意使了劲，把杨世宝给吓了一跳。杨世宝眼神复杂的盯着门，也觉得自己今天是有点冲动了。他这次回村听到了很多关于杨清河的传闻，无非都是在说他的改变。杨世宝对此是不信的，他对他再了解不过，但架不住传闻说的有鼻子有眼，他才按耐不住亲自来看看。我跟你们说，记住外面站着的那个人，以后看到他在咱家门口，千万别开门，知道吗？3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但是娘说了，硬就是。娘，谁在砸门啊？不知道啊，不会又是姓杨的吧？你是忘了你也姓杨吗？贱人，敢勾引别人相公不敢开门了！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婊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勾引我的相公，也不看看你配不配！这不堪入耳的谩骂让杨清河瞬间冷了脸。这声音没记错的话，是杨世宝那个妻子。嘴那么臭，没刷牙就出门了？你这个贱人，婊子，烂货，你居然敢打我！怎么了这是啊？美凤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啊？而何美凤也不负众望，一听到有人问她，跟川剧变脸似的，1秒钟就哭了出来。美凤，别哭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说出来，我们都会给你做主的，别怕。我知道清河姑娘心悦我相公，但如今你与她一结成婚，你怎能因为你相公不在人世了，而去勾引我的相公呢？哎，我以为他变好了，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啊！怎么，讨论完了？你勾引别人的相公还有脸了？要我说呀，你这种婊子就该驱逐出村！贱人，你没见过我相公吧？没见过，这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吗？你们呢？总有人见过他吧？你没见过，所以你不知道。那你大可以问问这些人，我相公长什么样？有他珠玉在前，我还能看得上杨世宝？他哪点比得过我相公？那种废物我真不稀罕。你要稀罕，麻烦你看好了，别让他没事来我家门口晃悠，省得吓到我孩子。何美凤看着眼前的女人，那女人表情淡漠，没有一丝一毫对杨世宝的眷恋。她不相信杨清河如她自己所说的这么无所谓。你别以为你这样说就……娘，怎么了这是？看见大儿子杨清河，眼睛亮了一瞬。我们小雨长这样，他是最像他爹的，所以你知道我相公长什么样了吗？所以麻烦你回去管好你的废物相公，别让他再出现在我面前，我看不上他。可是你之前，你也知道那是之前。自从我跟我相公成亲以后，我的心里便只有他一人。又瞎说。何美凤还想再说什么，被一道声音打断了。何美凤，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一同来的还有村长夫人，这下有好戏看了。何美凤看到杨世宝，吓得抖了一下，再看到旁边站着的面色阴沉的婆母，抖得更厉害了。杨清河才不管他们怎样，今天是必须把话说清楚。杨世宝，今儿当着你母亲的面和众位邻居的面，咱俩把话说清楚。今天你妻子来我家撒泼，我打了她一耳光，这事扯平了，
往后请你看好你的妻子，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你也是，别再在我面前晃悠，我不想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前的杨清河死了，现在的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听懂了吗？杨世宝脸瞬间黑了，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下脸子过？你以为你是什么仙女下凡，人人都心悦你？我才是对你没有半点兴趣，当年没有，现在更不会有。那不正好，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一看到你就会忍不住悔恨当初，以前的我到底有多蠢，也有多瞎。你清河这话说的，当初非我们阿宝不嫁的不正是你吗？往事真是历历在目，奈何妾有意，郎无心啊。既然都是往事了，夫人也忘了吧，这不是谁都有过年少无知的时候。以前的我就是井底之蛙，跳出井口才发现有些人不过如此，哪儿都不行，甚至长得还没我们家小雨好看。村长夫人差点控制不住面部表情，若不是这里有这么多人看着，她真想撕烂这小贱人的嘴。当初是她非阿宝不嫁，如今也是她把阿宝变得一文不值。在村长夫人眼里，她儿子是最好的，就是配天上的仙女都绰绰有余。杨清河算什么东西，也配嫌弃他的阿宝？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贱妇。不早了，我们就先带美凤回去了。慢走不送。要说我坏话，最好离远点儿，别被我听到了。现在的我脾气可不好了，听到了我可不会放过。一进家门，村长夫人直接甩了何美凤一巴掌。娘，别叫我可生不出你这么蠢的蠢货。娘，你消气，小心气坏了身子。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了？都是这个蠢货，他今天下午去找杨清河的麻烦没找成，反而让阿宝被那个女人狠狠地讽刺了一番。于是在夫人添油加醋并伴随着儿媳抽泣声中，村长弄清了来龙去脉。哼，你等着看吧，不出一天，你儿子甚至不如他儿子好看，这事儿肯定会传得沸沸扬扬。阿宝还怎么见人啊？行了，你看你现在哪里有一点婆母的样子？婆母的样子？我儿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我还要什么婆母的样子？爹娘，儿媳错了，是我太冲动了，是我害得相公丢了脸面，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行了，你先起来吧。想到杨清河，村长隐隐感到头大。这丫头啊，自从那天打了杨老大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后谁都别出现在清河面前了。这丫头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哼，他算什么东西？我们就得听他的。之前老杨一家，再到今天的你们，哪个从他手里讨到了便宜？那是因为……够了，我说的话都没有用了。村长夫人不忿，但到底没反驳他的话，心里却盘算着迟早要找个理由收拾那小贱人。晚饭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何美凤心里越来越不安。从下午回来以后，杨世宝就没跟他再说过一句话。相公，很晚了，要不要我去给你烧洗澡水啊？你今晚去小鱼的屋里睡吧。我真的知道错了，相公，求你原谅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滚出去！再啰嗦一句，我就休了你。不能被休，她才嫁过来不到半年，要是被休了，再嫁不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了。一想到被休以后的日子，何美凤更恨杨清河了，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哥哥，你还记得吗？我们还在爷爷家的时候，有一年也下了一场雪，然后那天我去你的院子里找你玩雪，然后碰到了张夫人。女人嫌恶的声音犹在耳边，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女人有多讨厌他们。当然记得了，怎么了弟弟？突然想起张夫人了。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别想了，都过去了。哥哥，来打雪仗吧。兄弟俩就这么打起了雪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哥哥，没想到打雪仗是这么的好玩。哥哥，娘最近很好，不打我们也不骂我们，每天都给我们做饭吃，虽然味道很普通，还有肉吃。对了，还教我们功夫，教我和妹妹识字。你说她会一直这么好吗？还是会有一天跟以前一样，跟张夫人一样？他们口中的张夫人应该就是他们亲娘张木木。原书里写过，这个女人对孩子非常不好，她嫁给简昭是有目的的，对于自己生的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喜欢的。到了晚上，杨清河就后悔了白天没有叫他们回来。简家南发烧了。娘，我冷。这样不行，要不我去找二子叔借车吧，我们去镇上。娘不用，我想到了，之前弟弟高烧，隔壁的王婶子是去找村西头找的赤脚大夫看的。哎呀，儿子，你怎么才想起来啊？这样，你在家里看着弟弟妹妹，我现在去找那个大夫。不得不说呀，这周大夫真有2把刷子，几针扎下去，小孩的呼吸就慢慢平缓了。每天一副熬2次，早晚1次。谢谢大夫，那我儿子他没事了吗？放心，虽然老小只是个乡村赤脚大夫，但是医术却是过硬的。收了钱，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周大夫就启程回家了。行了，下次你不要直接闯进我家就好，这大晚上的还以为是贼呢。这么高的墙，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进来的。就你那个墙，翻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简家南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京城的相府，回到了他熟悉的那个院子。嘿嘿，嬷嬷，下雪了呀！孙二少爷，您等等老奴。下雪了，我可以去找哥哥一起玩雪吗？孙二少爷，孙少爷现在还在国子监上学呢，您等他下学了再去找他。没关系的，孙二少爷，即使雪停了，您也可以去找孙少爷一起玩。等啊等，终于等到哥哥下学，就往哥哥院子跑，嬷嬷都没追上。快到哥哥院子了，却没想到在回廊碰见了张夫人。那时候他还是叫她娘。娘，你回来了。没有教养的东西，谁允许你在府里跑来跑去的？少夫人，请您原谅，孙二少爷他不是有心的，他只是太想见到孙少爷了，是老奴的错，都是老奴的错，老奴没跟紧孙二少爷。无理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住手！怎么，我管教一个下人还不行了？我来人，把这老东西拖下去，给我打30个嘴巴，再杖子20大板。没有教好孙二少爷就算了，居然还敢顶嘴！不要，娘不要，求求你了，是我不好，您不要惩罚嬷嬷，是我错了。没用的东西，居然为了一个贱婢求情！不要叫我娘，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孩子。求求你了，张夫人。既然你这么心疼这个贱婢，你就跟他一起受罚吧。说罢，看了眼大嬷嬷，大嬷嬷会意。孙二少爷因在回廊奔跑，有失礼仪，限罚跪祠堂1夜，任何人不得探视。夫人不要啊！您饶了孙二少爷吧，求您了，您怎么罚老奴都可以，您放过孙二少爷吧。夫人，求您放过孙二少爷吧，老奴替他跪。都给我住手！哥哥，你救救那嬷嬷，不关她的事。谁打的你？是我。怎么，你还想替他出气不成？娘。他话还没开始说，张木木也抬手甩了1巴掌过去。哥哥，我再说一次，
别叫我娘，我没有你们这种没用的废物儿子。这一巴掌彻底打醒了他对这个女人最后的幻想。张夫人，抱歉，能不能请你原谅幼弟的无理行为？我以后一定会教导好他的。那你跟他一起去跪着吧，我罚了，走吧。祠堂里2个小孩直直地跪在地上，连个垫子都没有。哥哥，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去找你玩雪，不找你玩雪就不会遇到张夫人，嬷嬷就不会被打，都怪我。不怪你，别哭了，是哥哥的错，保护不了你。弟弟没错，他也没错，错的是张夫人这个没有心的人。入夜以后，2个孩子又饿又累，正昏昏欲睡时，外面突然响起争吵的声音，伴随着尖叫和求饶声。没多久，便有人推开祠堂门。姑姑，来人是简昭的妹妹简子玉。受苦了，都怪姑姑，要是早点回来就没事了。不怪姑姑。把2个孩子带回他的院子，随后立马传唤了府医。第2天，简子玉就闯进张木木院子里，打了他2个巴掌。当时2个嬷嬷都没拦得住他，硬是让他得逞了。虽然帮侄子们报仇了，却也因此被丞相家法伺候了一顿。楠楠，楠楠，你醒醒，醒醒，楠楠，把药吃了再睡。好吵，是谁？太好了，终于醒了。别哭了，楠楠，把药吃了再睡好吗？我哭了吗？他一口一口给他喂药，药很苦，但是小孩很乖，一点没吐的都喝下了。楠楠真是个乖孩子，睡吧啊，娘抱着你。娘，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啊？你比梦里的张夫人要好太多。我等会儿要去一趟县里，有人要跟我去吗？一听到要去县里，病刚好的简家男都跳了起来。去县里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清河妹子，你这手艺啊，实在是了得呀！这团扇我左看右看，甚是喜欢的不得了。元霜姐太过奖了，天下比我厉害的绣娘多了去了。这样吧，这次的团扇我就按照30文一把收，你看行吗？杨清河不知道市场价，算了一下，一共赚了450文，他觉得可以接受。姐，您知道有什么能多挣点钱的工作吗？就是我开春以后想送我大儿子去学堂，想多攒点钱。去学堂？你相公的医药费已经凑够了吗？干，忘了这茬。你会绣衣服吗？就是上次王员外家，下个月他母亲过70大寿，委托了我们给老夫人绣一件寿宴那天穿的衣服。说起来啊，上次你绣的荷包，王小姐很是喜欢呢。没问题的，衣服我也很拿手。那就好，我这就把面料拿给你，要是绣好了，工钱算你5两。5两？杨清河一听眼睛都亮了，连连保证绝对绣一件独一无二的衣服给老夫人，绝对让老夫人满意。出了绣坊，杨清河走路都带着喜悦，仿佛那5两银子已经到手了。小雨，5两银子，这员外府家真是有钱啊！你的束绣有着落了。简佳宇张了张口，到底还是没说话。他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居然真的打算送他们去上学堂。娘，我也要上学堂。上学堂。放心放心，都会去的。还没到家，远远的就发现家门口站着2个人。不是老杨家的谁又来了吧？靠近了才发现不是杨家的人，而是一位矮妇人跟一个小伙子。杨清河隐隐觉得有些眼熟，但是想不起是谁了。王奶奶！哎呀，乖乖们，奶奶回来了，你们还好吗？进屋再说吧。进了屋，杨清河把东西放好以后，就打算出门。娘，你要去哪儿？去山上捡些柴，咱家柴不够用了。那我跟你一起。不用，你们在家陪王奶奶。
让大树跟你去吧，你一个女人能打多少柴？有免费的劳动力，不要白不要。杨清河爽快地应下了，交代了孩子们不要乱跑以后就出门了。妇人也就是王婶子看到他们出门以后，把3个孩子叫到了身边问话。王婶子就是当初那个把高烧的简家南送去看大夫的人。简家宇知道他要问什么，主动开口说：娘最近对我们很好，这是真的。哎，我听说了，可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就变了个人？不知道，可能是他良心发现了。王婶子想说哪有这么简单，她张了张嘴，又实在不忍心再打破这3个孩子的幻想。娘很好，娘说过她以前只是病了，所以对我们不好，很凶，但是她现在病好了，再也不会对我们凶啦。娘什么时候跟你说的？第一次帮我洗澡的时候啊。那就好。不管处于什么原因，只要孩子们好就行了。真是谢谢你了，今天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我一个人也弄不了这么多。客气，以前简哥也帮了我们不少。把柴放好以后，杨清河邀请大树母子俩留下来吃饭，表示对他们的感谢。王婶子拒绝了，她也有半个月没见自家孙子了，实在是想得紧。今早也是因为担心简家宇几个才直接赶过来，现在确认他们没事儿，就赶着回家陪孙子了。既然你有心改过，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老秀才教出来的孩子不应该是以前那样。杨清河只是点头，说的再多都不如做的多，令人信服。目送王婶子离开，3个孩子还有些舍不得。没关系，舍不得的话，以后你们可以每天都去看王奶奶。真的吗，娘？那你陪我们去吗？为什么呢？你们自己去不可以吗？不要，娘不陪我们就不去了。小雨呢？也要娘陪着吗？娘，是爹爹说的，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出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本村人，大家都不喜欢我们，没有人跟着，会有人欺负我们的。而且如果爹不是跟娘成亲，我们都没办法买下这座房子。是这样吗？杨清河努力地想回想起他们刚来那时候的情况，但是脑海里除了跟简昭吵架的画面，又是对3个孩子视而不见的画面。就不应该指望原主的记忆。没关系的，没有人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把自己拘禁在家，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我希望你们不出门，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不想出门，而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不出门。这重要吗？这很重要啊！我希望你们做的任何事都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而不是因为旁的什么就放弃自己的想法，能明白吗？3个孩子没有说话，杨清河又问：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是真的不想出门玩吗？不想交朋友吗？想出门玩，但不想交朋友，他们都欺负我们。简家宇也点点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您不是教会了你们功夫了吗？谁欺负你们就给我打回去。你们下午就带妹妹出去玩，我相信你们能保护好妹妹，别怕，有人欺负你们就打回去，打不过来找我，我带你们去找场子。下午睡醒后，孩子们就出去玩了。出门前，杨清河还给他们打气加油了一番。孩子出门以后，他就拿出布料，开始思考怎么做衣裳。裁剪好布料，杨清河就开始动手了。这么一忙起来啊，很快就到了晚饭的时间。杨清河这才发现孩子们还没回家。你是？简娘子，瑶瑶妹妹被打了。一路上，小孩边跑边给他解释，原来今天下午简家宇带着2个小的去了河边玩耍，本来玩得好好的，谁知道杨家几个孩子也去了那玩。那几个熊孩子以前就爱欺负简家宇哥俩，加上前段时间杨清河让老太婆跟赵小花跪了祠堂，这回碰上了，新仇旧恨一起算。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说着就要拿棍子去揍简家宇，
简佳宇自然是不肯乖乖就范，一来二去的，杨家几个孩子占不到便宜就火了，把主意打到了最小的简佳瑶身上。他们仗着人多，一起把简佳宇、简佳楠围住，拽着简佳瑶的头发，企图把她推下河。简佳宇看到妹妹吓得大哭，情急之下用力地踹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脚，那孩子就倒地不起了。所有孩子都被吓到了，有个别机灵的就跑回家叫了大人。老杨家的2个大人都赶过去了，围着简佳宇3个不让走。倒在地上嗷嗷叫唤的正是杨家老2家的老大杨盼才。娘，我肚子疼啊！你好，简佳宇，你要死啊！下手这么狠！他狰狞的面容让刚刚止住眼泪的简佳瑶又给吓哭了。小姑娘轻轻拽着哥哥的衣裳，说要回家。呸！想回家？事情没搞清楚之前，谁都不许走。有什么好说的？要不是你们想把我妹妹推下河，我大哥也不会动手。他胡说，我们才没有欺负这个丫头片子。就是你想推我妹妹下河的。你这小疯狗，跟你娘一样逮谁要谁。我女儿说没有就是没有做过，你们敢做不敢当。娘不在这儿，怎么办呢？娘，我肚子疼，简佳宇踢得我好疼啊！简佳宇，你这个贱种，活该你爹被你克死。你这种人就不配活着。我告诉你，我儿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不会放过你。你说你不会放过谁啊？怎么，你儿子打了我儿子，你还有理了？娘，我没保护好妹妹。杨清河笑着摇摇头，这事儿不能怪这孩子，要怪就怪老杨家上梁不正下梁歪。看着他们一家都一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样子，白芷气得跳脚。贱种，一家都是贱种！这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杨清河，我儿子现在可是躺在地上。关我什么事？是我让他躺的。你儿子踢伤了他，你今天你干什么？缓缓走到杨盼才身边，抬起脚，二话不说的就往下踩。杨盼才也吓得个半死，顾不上装，直接滚到一边，马上就爬了起来。这不是好着呢，能不能爬？简佳宇，这没有缘由就打我儿子，这笔账是没有缘由吗？这几个孩子不找事，小雨会动手。我告诉你，你刚刚骂他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别急着找揍，我一会儿满足你。他现在要去找那个差点把简佳瑶推下河的算账。走到杨营地的面前，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往河边带。贱人，你干什么？杨清河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脚一勾，手一推，蝴蝶就倒在了旁边，磕到屁股，疼个半死。他把杨营地拽到河边，做事要把他往下推。眼看着就要摔到河里，杨清河又把他给扯了回来。以后还敢推人下河吗？蝴蝶心疼的不行，不顾疼痛的站了起来，抱着女儿就往家跑。看来以后是不敢了。蝴蝶母女走后，他又看向白芷：“你干嘛？你说呢？”我软脚虾一个，杨清河无语。没等他再说什么，白芷趁他不注意，拉着杨盼才跑了。废物，这仇他记下了，迟早报回来。娘好厉害，不会觉得我很过分吗？对一个5岁的小姑娘这么狠？不会，你只是吓吓她，最后还是没有把她推下去。推下去？这小复读机现在算是缓过神儿了。草根不见了。草根是谁啊？就是那个拉住瑶瑶的小男孩，也是他把我找来的。走吧，先回家，明天咱们去草根家道谢。第二天一大早，杨清河就带着孩子去了趟村长家，给他们开门的是何美凤。你来干什么？反正不是来找你的。清河找我有事儿吗？村长早。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村长说了。哎，这真是，这事儿你想怎么处理呀？我昨天已经解决了，这事儿就是跟您说一声，省得有些人又来找我闹。清河，
你真的改变了很多。还有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架了呀？村长也知道自我回家后的处境，那时候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一心只想得到我娘的认可。但是某天做了个梦，师傅在梦里不停地叹气，想来也是被我气的。我呀，突然就醒悟了，觉得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我对孩子们做的事，不正是我娘对我做的事吗？我受到的伤害，难道还要加害到其他人身上吗？您也知道，我娘眼里只有我那几个哥哥，什么重活脏活都是我做，所以我的力气难免比其他姑娘大。那天也是凑巧了，加上气急了，才把我大哥摔出去的。杨清河的这一番话说的好像有理有据，但是村长总觉得不太对，具体的他也说不出，只能是归于直觉吧。他鼓励了杨清河几句，表示以后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找他。告别了村长，一家4口正在前往去草根家的路上。请问草根是住在这儿吗？姐娘子，你怎么来了？只是道谢礼，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昨天帮了瑶瑶一把，你就收下吧。草根一听更是不肯接受。草根啊，怎么了这是？奶奶，这是姐娘子上咱们家道谢来了。杨清河看老人一脸不知情的样子，上前把事情经过简短的说了一遍，末了感谢道：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家草根，要不是他，我家瑶瑶可能就没了。这大冬天的掉下河里真是不堪设想。哎呦，使不得呀，姐娘子，这肉是好东西，你还是拿回家给你的孩子补补吧。你说着吧，你就算不吃，奶奶这么说也得让他补补。就这样吧，你就收下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回家吧。草根啊，这个姐娘子是个好人啊，以后你一定要多帮帮人家啊。奶奶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的。现在的草根也没想到，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他未来的人生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刚走出草根家没多久，就迎面碰上了一个脊背佝偻的婶子。婶子警惕地看着杨清河几人：你们来找草根有事儿吗？我们是来道谢的，感谢草根救了我女儿一命。你不是周大成那个人渣派来的人？周大成是谁啊？杨清河一头问号。周大成是草根的爹，草根他娘生他难产没了，周大成这个人渣拿着草根娘的嫁妆去县里开了一家茶楼，生意是做得不错，后来又娶了一个，便把草根跟他老娘赶到这里。最近隔三差五派人来骚扰他们，就是想把草根赶出这里。赶出这里？为什么？哎，还不是这周大成装成没成过亲的样子，骗娶了一个酒楼的掌柜的女儿，现在那姑娘也生了一个。周大成怕草根跟他老娘的存在暴露了他的过去，于是就想着把他们赶出去。他也不想想他老娘这身子骨能去哪儿，他们吃的东西都是草根给人洗衣服赚来的，周大成1文钱都没给过呀，人渣！可怜了草根，是个好的，就是这爹太不是东西了。听完以后，杨清河有数了，这就是个渣男骗婚嘛，骗婚就算了，还对自己亲骨肉根亲老娘赶尽杀绝，真不是个东西。不过草根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可见本性不坏，老太太也是个好的。杨清河看了一眼简佳宇，心里有算计，简昭迟早会来的，简家的3个孩子也迟早会回去，京城那种虎穴狼巢般的地方，简佳宇身边必须有个信得过的人。草根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心不坏，而且肯吃苦。是啊，草根是个命苦的孩子。这样婶子，既然草根救了我女儿一命，她有事我不能不管。如果以后草根出了什么事，你就去村南边找我，你就说简相公家，会有人给你指路的。好的，小娘子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哪里。跟婶子告别以后，一家4口往家的方向走。娘，你为什么要帮他呀？你不喜欢他吗？草根哥哥好。我没有不喜欢，我就是好奇。
看他可怜，就顺手帮一把了。至于真正的原因，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跑到家。3、2、1，开始！啊，娘，你耍赖！自从被杨清河吓了一顿以后，杨营地连续做了2天的噩梦，时哭时醒，弄得杨老三夫妻也跟着没睡好。我说老三家的那死丫头是怎么回事啊？哭个不停了，烦死人了！大嫂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嫌我女儿吵到你了？赵小花看着蝴蝶冷若冰霜的面庞，缩了缩脖子，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心里却把杨老三家的上上下下给骂了一顿。赵小花，你动作快点儿，想饿死老娘啊！马上就好，婆母。赵小花心里满是怨气。自从上次罚跪祠堂的事情发生以后，杨李氏对他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家里的重活累活都让他来做，一个不顺心就拿他出气。杨家饭桌上，老三家的营地丫头呢？一提起杨营地，蝴蝶立刻红了眼眶，看到媳妇儿红了眼睛，想到躲在房里不见人的女儿，杨老三忍不住啪把筷子一摔。怎么了三儿？什么事这么大火气？呀，杨清河那个贱丫头前天差点把营地给推下河，孩子被她给吓到了，都做了2天噩梦了。啊，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杨老三跟蝴蝶你一句我一句的讲解下，杨李氏了解了始末。期间杨老二家的白纸还添油加醋了不少，反正有人去收拾杨清河，他乐得多添几把火。这真是狠毒，太狠毒了，这个贱人！这事儿必须让他赔偿。你们赶紧吃，吃完我们就去找村长评评理。这种毒妇一定要赶他出村子。村长呢？我要见村长。干什么？嚷嚷什么呀？村长啊，你要为我们家营地做主啊！营地才是个5岁的小丫头，杨清河居然要把她推下河，吓得孩子都太傻了。村长扯扯嘴角，就知道他们来是要说这事儿的。村长啊，这么毒的人，我们可不能留他在村子里了。这次是他亲侄女，下次不知道是谁呢。这事儿是有误会。误会？哪有什么误会？我二嫂也在场，她亲眼看到的。我女儿差点被杨清河推下河。什么意思啊，村长？一而再再而三护着那死贱人，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话一出口，杨李氏就后悔了，他不该口不择言，看着村长的脸由红至黑再到红，可见是气得不轻。你个老贱人，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女儿不干不净就算了，扯上我儿子还不够，还想扯上我当家的？怎么给我说中了？这么生气？你个老贱货，跟你女儿一样的不要脸！村长夫人气得直接扑上去打他，一时间兵荒马乱。住手！都给我住手！恰巧这时有另一户人家也有事来找村长，刚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凌乱的画面。短短一个中午，这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落。彼时杨清河正在忙着缝衣服，还是来给他送差的草根告诉他的。因他昨天给草根送了鸡蛋跟肉，草根实在是过意不去，今儿大早就上山捡柴给他送来了。你真是太客气了。都是小事儿，比起简娘子你送的东西，算不得什么。杨清河对草根是越发的满意，以后有他陪着简家雨也算是不错。对了，简娘子，我今儿上山的时候听说了件事儿，关于你家的。啊？杨家的事？什么事儿？你仔细给我说说。说是杨奶奶今天在村长家跟村长夫人打了一架。不好意思，具体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去打听了一下，说是因为前天那事儿，杨奶奶带着3个婶子去村长家说要讨公道，
然后村长说了这事儿有误会，杨奶奶一听就火了，说你跟村长是不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关系，把村长气得够呛。刚巧村长夫人在门外路过，也听到了这句话，就冲进去骂杨奶奶，然后就打起来了。杨清河真是要笑出声。村长夫人本来就恨他让杨世宝出了丑，老太婆又瞎把他跟村长扯一块儿，不气死村长夫人才怪。外婆会不会来找娘的麻烦？叫什么外婆呀？她可不认我这女儿。这不是你逼我们这样教的吗？行吧，以后不用叫了，听着刺耳。好啊好啊。果然简娘子跟杨家关系很僵啊。今天啊，谢谢你给我捡柴，也谢谢你给我打听这些消息。要不留在我们家吃晚饭吧，可以把奶奶一起带过来。不了，你给我的肉都还有呢。奶奶也年纪大了，天黑了路不好走。肉跟蛋别省着，吃完了跟我说，我再给你拿点啊。草根摇摇头没接话，只是示意自己要回家了。简佳宇看着草根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哎呦！我说大哥，那可是村长夫人，你现在要去跟村长打一架，还是跟村长夫人也打一架？冷静下来思考了一番，杨老大悻悻地对杨理事说：娘，这事儿还是你冲动了，要不赶明儿我们上门跟村长好好道歉一番。民不与官斗这个道理杨理事是明白的，但是看着自个儿子那一副怂样，他就气不顺。我的命好苦啊！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儿子是个怂货，老娘被人打了都不敢讨公道啊！杨老大被说得一脸通红，暗自怪自己无用。婆母说的是啊，老大本来就是头脑简单，我看二叔三叔都没吱声，想来应该是想到解决办法了。小二、三儿，你们想到什么法子了？杨老二一脸茫然，杨老三更是把头扭过了一旁。杨老大沉默不语，看着自个三个儿子，杨理事忍不住真哭了。我的命好苦啊！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都是白眼狼啊！我不活了我！娘，我以前都不知道你还会缝衣服啊？是吗？咱们才认识多久？简家南被问住了，用手抵着脑袋思考起来。娘，你以前为什么不跟我们住京城啊？不，你认错了，我真不是你亲娘。说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娘才能让自己女儿都不认识啊？这个张木木倒是真的狠心，果然是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呢，难怪在原书里她也活到了最后。你都没见过我吗？没有啊，苏嬷嬷说娘很忙，要来乡下才能见到娘。这不是见到了吗？是哦，小姑娘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顿时也不纠结了。瑶瑶她跟我们不一样，她从出生基本就没离开过她的院子，她不像我们还见过张夫人几次。她出生不久之后，张夫人跟我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爹不希望她知道这些龌龊事，将她护得很好，所以她真的认为你是她亲娘。一开始的时候你那样对我们，她还很难过的哭了几天，问为什么你不喜欢她。刚开始苏嬷嬷逼我们叫你娘，我跟楠楠是很不情愿的，不过你现在真的变得好多啊。现在的我不好吗？不，很好。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你们好难伺候呀，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娘才是时好时坏，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说罢，没等他回答，就转身跑回了里屋。这可真是个心思细腻的小孩。经过几天的赶工，杨清河终于把衣服做了出来。清河啊，今儿又去县里呢。杨清河点点头。
你也是，每次都带孩子们一起，这多浪费啊！要我说，让他们自己在家就好啦。没事儿，孩子们喜欢出门，就带他们出去走走。那嫂子撇撇嘴，自从这杨清河清醒过来以后，真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3个孩子，从邋遢瘦小到今天的圆润白净，村里不少人都觉得杨清河脑瓜子有问题。清河呀，你说这女人呐，还得是有个男人才行啊。你也是命不好，简相公年纪轻轻就不在了，你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也辛苦呀。我娘家的大嫂是在县里地主老爷家做短工的，她说呀，这地主老爷最近在找续弦，我看你这条件就不错，跟了地主老爷还愁吃穿吗？这机会可不多得，你只要点头，嫂子那边马上给你牵线。这地主老爷多大年纪啊？年纪是有些长，不过年纪大一些懂得心疼人，好像是60有5了吧。60有5，那都能做清河的爷爷了。我说大妹子呀，你这就不地道了吧？那嫂子被这么呛了一句，脸色有些挂不住，但是为了那10两银子的介绍费，还是硬着头皮说：什么叫不地道？地主老爷那条件谁不稀罕？嫂子啊，我就算了，你看我这还有3个孩子要养呢，没心思给别人做续弦。还不是，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是地主老爷呢，这3个都孩子你一起带去呗，卖身给地主老爷做奴才，也是少不了口饭吃啊。不了，嫂子要真这么喜欢，可以自己嫁过去吗？你别不识好人心，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介绍的，别人想要都要不来。所以我不是说了，你要自己喜欢自己嫁。呸！你可别后悔。后悔？谁稀罕个老头啊？娘，你真不会改嫁吗？你希望我改嫁？那倒不是，就是你要改嫁，能等爹回来了再改嫁吗？你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爹现在不在，所以才不希望我改嫁？要是你爹在，就随我意是吗？简家南点点头。小白眼，对不起，骗你的，你不要改嫁好不好？我们以后可以少吃点，别丢下我们行吗？心里那点委屈顿时消弭了。好不容易养得这么白胖，丢给别人我还真亏了。妹子，这真是……李元双是真的很好奇，这小娘子的师傅是谁，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弟子？因为远超预期，李元双又多给了500文。杨清河带着孩子们在街上瞎逛，经过东街巷口的时候，看到一男一女在争吵。文娘，你就这样走了，那些姑娘怎么办呢？你自己想办法，我不日启程前往京城，没空跟你在这耗时间。当初咱们可是说好的，我帮你赎身，你留在一方做着归属先生，现在才过了多久，你就跟着这刚认识的大人去京城了？京城跟这个破地方，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总之我已经补偿银两给你了，别再烦我。说罢转身就走。女子走后，男子抬头看了一眼在巷口的杨清河。抱歉，不是故意偷听的。男子摇摇头，示意无所谓。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说的一方是什么？归属先生又是什么？男子看了眼面前的小娘子，长得倒是漂亮，瞧着衣着应该是附近乡下的村妇，只当她是好奇，便细细地给她解释。这个叫大兴的朝代，类似上辈子的盛唐，是个相对自由前卫的朝代。这里女子可以考科举，可以为官，可以和离。在这种开放的制度下，女子不再是无才便是德，而是可以自由学习想学的。这时候除了私塾，民间便多了一种归属。私塾是学学问的地方，归属则是给一些对学问没兴趣的女孩学艺的地方，也叫一方，主要教学琴棋书画武。可惜，这下我又得重新找个先生了。我想请问一下，当归属先生月钱是多少？每个一方不尽相同，我们一方是2两1月。大哥，
你不是缺归属先生吗？我可以。他怎么看都不觉得一个村妇会琴棋书画。真的我可以，你可以随便考我。看他一脸认真的模样，男子不由得信服了几分。这位娘子，不如跟在下去一方看看。男子自我介绍，姓莫，叫莫有生。这里第一层就是这么个布置，第二层是抚琴与作画的国风室，第三层是对弈与书法的中南室，第四层独坐武室，都是有间隔开的，并不会互相影响。娘，再耽搁下去，我们就赶不上二子爷爷的车了。我现在毛遂自荐，文娘是教舞蹈的是吗？我也可以。小娘子，既然没有在开玩笑，那不如跳一曲，在下也想见识一下小娘子的水平。这也是杨清河跟他来这里的目的，没有扭捏，直接应下了。这位小娘子是打算接替文娘的？莫先生，你没开玩笑吗？莫先生，在这里我主要教导书法跟对弈，这位小娘子该如何称呼呀？姓杨。那就麻烦杨娘子舞一曲，让我们看看你的水平如何。娘啊，你还真会跳舞啊！干嘛？你不信我？哥哥笨蛋，娘什么都会。我没有不信你啊，现在的你这么厉害。蹴罢秋千，起来雍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滑金钗溜。何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他选择跳的是古典舞《点绛唇》。杨娘子真是惊为天人呐！杨娘子跳得太好了。是我以貌取人了，请问娘子，你是从何人？刚刚跳的舞叫什么？我都要哭了。这一个个都这么夸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么一个大宝藏，莫有生自然不能轻易放过，直接问杨清河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学。莫先生，你也知道，我家村上来往之间并不是非常便利，如果说每天都要教学，我不行，我还有3个孩子要照顾呢。我相公外出找活不在家，我一个精力有限。这样的话，那你逢双的日子来行吗？杨清河爽快地答应了。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的月钱开到了3两半。爹，你怎么还不回来？谁？是谁在叫我？快回来吧，我们都很想你。到底是谁？回去？回哪里啊？赵少爷，赵少爷！简昭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你是谁？赵少爷，小的是太傅府的岳安。岳安是谁？我又是谁啊？赵少爷，小的这就去通知老夫人跟府医。赵少爷醒了，老爷、老夫人、大少爷、少夫人，赵少爷醒了。昭儿，我的昭儿啊，你可算是醒了。昭儿，听说昭儿醒了，派人通知少爷跟少夫人了吗？通知了，应该都在赶回来的路上。昭儿，你有哪儿不舒服吗？昭儿，是我的名字吗？你们是谁？我又是谁？昭儿，你什么意思？你别吓唬我。是啊，昭儿，你不认识我们了。我是外公，她是你外婆呀。外公，外婆。头又痛了，府医立刻上前查看一通。片刻后他说：赵少爷脉象虚弱，想来应该是昏睡了2个月，体力不足导致的。稍后我开个方子，每日按时进补就好。那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们？赵少爷受伤的时候伤到了脑袋，恐怕因此失忆了。失忆了？昭儿，什么时候能好呀？哎呀，老夫医术有限，无法保证，只能说先把身子养好了再看看。简昭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他的身体，大概明白了自己的情况。昭儿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至于失忆的事，慢慢来吧。表哥，你醒了是吗？你表哥刚醒，你
你叫什么？别吵着他。表哥，昭儿，终于醒了，太好了，贝贝泉下有知，也能放心了。贝贝又是谁？见外甥一直不说话的样子，江山开始琢磨出不对劲儿了。昭儿，这是怎么了呀？老夫人叹了口气，把简昭失忆的事说了一遍。什么？失忆了？这怎么会呢？切不可贪心，昭儿能醒来已经是万幸，如果他能想起来最好，不能的话，他也还是我的外孙，我也会照顾好他的。可是小雨他们怎么办呢？江山想起还流落在外的3个孩子，更惆怅了。想到还不知下落的曾外孙，江凯也觉得事情变得很糟糕，必须马上找回孩子才行，拖下去恐怕会有危险。简昭在京的事是个秘密，那女人只知道刺杀失败，却不知道人已经被带回京救治。现在麻烦就在于知道孩子下落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的都被抹杀了，包括那女人最信任的嬷嬷。小雨那边我再想想法子。小雨？对，小雨是你的孩子，叫佳雨，你有印象吗？孩子？我有孩子？小雨，佳雨，孩子。昭儿，昭儿，昭儿，表哥，那你们乖乖的跟着先生，我这边结束了就来找你们，行吗？今早临近出门的时候，他才想到孩子们的去向问题，简佳瑶可以跟着他，那这俩大的可怎么办？于是他只好拜托莫有生，在他任教的时候帮忙照顾一下他俩儿子。莫有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表示自己可以无偿帮忙教导他们，这可就是意外之喜了。杨清河高兴得合不拢嘴。好了，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相处吧。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这儿离京城这么远，没有人会认识他们的。我叫简佳南，我哥哥叫简佳宇。姓简？附近几个村好像没有姓简的大村，也许是外来户吧。看这几个小孩的样子，也不像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不过简姓倒是勾起了莫有生一些尘封在心里的久远回忆。10年前我上京赶考，那年的状元就是姓简，听闻还是简相的嫡子。我那时候没考上，就跟着友人看状元游街。啊，怎么了？莫有生看着孩子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打住了话头。简佳宇摇摇头，简佳南却一副快哭了的样子。哎，别哭呀，怎么了？我有说错什么吗？莫有生想起来了，这2个孩子是听到他说简相的嫡子，开始脸色不对的。不会吧？当年的状元名冠京城，人人都知道他叫简昭，是清朝以来最年轻的状元。简昭、简佳宇、简佳南，记忆中的容貌跟眼前简佳宇的容貌重合。这孩子是？你干嘛？你们的爹是？关你什么事？简佳宇的态度恰恰证实了莫有生的猜测。可是我听京城那边传来的消息，说简相的嫡子下落不明，正在到处寻找，你们怎么？下落不明？什么下落不明？谁传出来的消息？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说简相的嫡子在乡下养病，莫名失踪，简相正在全国各地寻找他呢。哼，难怪爹会失踪，一定是那个女人害的。哥哥，是他做的对吧？除了他还有谁？你们在说谁呀？兄弟俩都没理他，各自在心里琢磨。既然爷爷下令到处找寻爹，就说明那个女人失手了，爹肯定是躲起来了。现在谁也不知道她在哪。这么说来，她肯定还活着。楠楠，你放心，爹一定还活着。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怎么会突然提起10年前的事？这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姓简的人家，就是你们的姓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我只是顺嘴说出来的，真没有其他想法。莫有生喊冤，简佳宇还是不怎么信他。莫有生又说，我发誓，我要是把你们知道的事情说出去，
我不得好死。对于莫有生这样说，简佳宇稍微放下心来。哎呀，难怪夫人这么天生丽质，又多才多艺啊！简才子的夫人果然也不是一般人呐。杨清河来接两兄弟时，他们正跟着莫有生下棋。娘，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娘，我们回去吧，我好饿了。那你想吃什么？这样吧，我请你们一起去迎春楼吃一顿吧。感谢夫人帮了在下一个大忙，否则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这归熟先生呀。不管简相的嫡孙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现在打好点关系总是没错的。老板请客。是，不骗你。那就先谢过老板的好意了。杨清河没有多想，以为莫有生是真心想感谢他的帮忙。他真是受够了自己的破厨艺，早就想来县里的酒楼尝尝鲜，奈何口袋空空，一直没有机会。难得今天有人请客，必须好好的吃一番，犒劳一下他的胃。哎，你们说，这简相花了500两黄金买简昭的下落，这简昭到底是死是活呀？谁知道呢？在乡下养病突然失踪，怎么想都很可疑啊。哎，你们说这简昭也是身为大清朝最年轻的状元，怎么不谋个一官半职，甘愿做相府的少爷呢？哎呀，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简昭啊，其实早就秘密成为五皇子的禁卫官了，很多五皇子手下的事务都是派他去做的。你怎么知道啊？人人都知道，当年简昭一举拿下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并在金銮殿上拒绝了天子入朝为官的提议，称自己无心仕途，只想做个闲散少爷。所以现在提起简昭，只会叫他简才子，并不会叫他简大人。这五皇子啊，身边的一个太监在喝醉的时候不小心传出来的，没过多久那太监就没了踪影。五皇子虽然已经尽力压下消息，但还是走漏风声，有一部分人知道了，所以啊，极有可能是真的。这简昭啊，一直都在夺嫡的这趟浑水里呢。可不敢胡说呀，马兄啊，有些事情说出来可是要杀头的。莫有生看着眼前脸色难看的几个人，主动开口说：夫人，我租辆马车送你们回去吧。杨清河回过神儿，算了一下时间，这个时间二子叔早走了，便没有拒绝莫有生的提议。回想起刚才那3个人的对话，杨清河的脸色又沉了下来。看着娘的脸色，简佳宇跟简佳南不禁担忧起来。3个人操心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儿。杨清河想的是，为什么花500两黄金寻找简昭的下落，却只字不提3个孩子的下落？这只能说明下达这份寻找令的只能是那个姨娘。按照原书的剧情，简昭现在应该在太傅府外公家，估摸着也该醒过来了，不过是失忆罢了。能知道简昭失踪的，并且孩子平安无事的，只有姨娘。如果是简相下达的寻找令，应该是简昭以及3个孩子的份儿一起。简昭都失踪了，孩子还能平安无事？当然，最后一种可能也是杨清河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简相跟姨娘已经是沆瀣一气，所以他们心里门儿清，自己的孙子孙女都还在乡下，却也不想着接他们回去，任由他们跟一个名声不好的后娘自生自灭。杨清河不禁又想到了原书的剧情，如果不是他过来了，这3个孩子，老大会被送给特殊癖好的员外，老二会被扔进深山老林，老三会被卖给青楼。本以为这个丞相只是对自己儿子没有感情，没想到他对自己孙儿也能如此狠心，真不是个东西。简佳宇跟简佳南想的则是，娘会不会发现了他们一直在骗他？明明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爷爷，却让他自己辛苦赚钱养他们几个。想到这里，两兄弟都有点坐立难安。之前爹再三警告过他们，不许说出自己的身份，而且以前的娘那个样子，他们当然不会说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娘很好，如果被他发现了他们一直在骗他，会不会就不要他们了？哎，刚才酒楼里那个人说的简昭，名字跟你们爹一样啊。是啊，也不知道爹现在在哪里。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咱们虽然没有500两黄金去寻找他，但娘跟你们保证，等以后我赚钱了，我一定找人打探你爹的下落。这是真没把这2个人名字当成同一个人。我应该是蒙混过去了吧？杨婶子啊，大中午的出来散心呢。杨老婶瞥了他一眼，没说话。说起来还要恭喜婶子呢。恭喜啥呀？这老杨家要有什么喜事了？今儿我跟相公啊去县里迎春楼吃饭，看到清河跟一个男人也在那里吃饭。哎呀，那男的看着也一表人才，而且瞧着跟清河关系匪浅。这不，我就提前恭喜杨老婶，马上要多一个女婿了。哎呦，这迎春楼俺可路过好几次，瞧着就不便宜，俺都没敢进去。可不是，能去迎春楼的，这女婿条件还不错呀。要我说，大梅家的清河确实长得俊极了，十里八乡就说她最好看。说着就有人扯到了杨老婶身上。大梅啊，这清河都能去迎春楼吃饭了，有没有孝敬你什么呀？那当然是有的，谁不知道清河最孝顺杨婶子了。一想到那贱丫头有银钱去县里酒楼吃喝，杨老婶就耐不下那口气。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杨清河，你就别想着安生。大梅这是要去干啥去？切，还能干啥？肯定是去清河家讨要好处喽。杨清河，你这小贱人，有钱跟野男人去酒楼里吃饭，没钱来孝敬老娘，你别不说话。杨清河，我告诉你，今儿你不拿点银钱出来孝敬我，我就在你家不走了。谁告诉你的？杨清河就纳闷了，他在县里吃个饭，这远在村里的老钱婆都能知道。你甭管，我告诉你，你要是……打住！你又想进祠堂了吗？你还有脸提祠堂？你这个天打雷劈的贱人，没良心的狗东西！不许你骂我娘！你别骂我娘！娘说好的。杨老太婆也没想到，这几个小贱种以前对着她可是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居然还敢顶撞她，无法无天了。她怒气冲冲地把简佳宇拉扯到一旁，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小贱种，手也毫不含糊地扬起，直冲他的脸招去。我警告你，你今天要是敢动他一下，会让你走不出这里。娘，他打我。他也实在是受够老杨家这隔三差五来找麻烦的行为了。杨清和火速开门进了厨房，没多久他就拎着一把砍柴刀出来了。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说呢？你再来我家闹，我就拎刀去你家跟你们拼命，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家子，不亏。说完，把柴刀扔向了杨老太婆。杨老太婆的双腿一瞬间泄力，跌坐在地上。今天的事，你要是敢去村长那告状，我就是被赶出村之前，我都会拖你们下水。不信试试？杨老太婆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不。不过看她这个样子，是没有胆儿跟杨清河硬碰硬了。她也不管还瘫坐在地上的老钱婆，带着孩子们就进门了。娘太厉害了，刚才的你就像个英雄。简佳宇也在一旁点头。大英雄。谢谢你们站出来保护我，你们才是我的英雄。不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酒楼吃饭的呀？还用想，肯定是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关于这个人，我已经猜到是谁了，这事儿我必须讨回来。晚饭后，杨清河拢了件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就打算出门了。娘，你要上哪儿去？去村长家。我陪你去，大晚上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也要去。娘，我也去。本来他就打算自己一个人去的，但是听到大儿子这么说，他心下一暖，便同意了。我说哥哥能去。哥哥是怕娘不安全，你陪瑶瑶在家好不好？瑶瑶一个人我也不放心，要拜托你了。那不能明天再去吗？我们一起去。这事儿必须今天解决，多人一天我都受不了。看着他娘一脸认真的样子，简家南也不闹小脾气了，乖乖答应会在家好好陪着妹妹。你怎么知道村长家的人干的？除了何美凤，我想不到其他人了。首先能去县里酒楼吃饭的人就不多，大部分村民是不舍得花这个钱的。其次，
我们是坐在1楼的角落里，那么那人一定是从2楼下楼的过程中看到我们的。所以能在9楼吃饭，又是在2楼包间的，只有长期在县里读书的杨世宝。但是杨世宝是一个大男人，应该不至于去告状这么小家子气。那么只剩下……说话间儿，他们也到了村长家。杨清河上前敲门，好巧，开门的正是何美凤。你来干什么？不是来找你的，你让开，我要进去。清河呀，你怎么来了？这不特地来看看婶子，听闻上次我娘来这大闹一通，我真是……唉。清河有心了，少装模作样了，要真有心，现在才上门道歉。这不是最近太忙了，要养家糊口的，耽误了时间。都怪我们几个太小了，什么都做不了，辛苦娘了。你也少说几句，谁都不容易。村长说能理解我，清河真是感激不尽。对了，要说到孝顺，还是婶子的儿媳最孝顺呢。门外的何美凤大惊，果然他就知道这个女人是冲他来的。娘，洗澡水放好了，你要去洗澡吗？村长一脸不赞同地看着儿媳妇儿，这还有客人在，洗什么澡啊？娘，我们还是回去吧，你好容易有空来一趟，看着好像打扰村长爷爷一家了。被一个小孩这么一说，村长那好面子的劲儿又上来了。急什么？这还有客人在呢。何美凤一听简直想哭了，就是因为他在才不行啊。杨清河赞赏地看了大儿子一眼，这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眼看着时机差不多了，说起来今儿真是巧，居然在迎春楼见到了杨大哥跟美凤妹妹。在迎春楼看见宝儿跟美凤，那是挺巧的。可不是吗？说起来杨大哥跟美凤妹妹夫妻关系真好呀，杨大哥居然带美凤妹妹单独去迎春楼开小灶，要的还是2楼的包间，可真是浓情蜜意。是，宝儿夫妻关系是挺好。村长似又想到了什么，问：你怎么会去迎春楼吃饭呀？是跟一个男人一起吃饭吧？是啊，这不我在县里找了个谋生的伙计，老板人好，看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请我们去迎春楼开眼福。好好干，清河，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是，我也是这么想。也不早了，我看婶子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哦，对了，婶子，这迎春楼的伙食还是可以的，下次叫杨大哥带你去吃啊。哎，不过一去县里就是一早上，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杨大哥温习功课。跟村长道别以后，他便带着简佳宇走了。只是刚出大门，就听到身后传来杯子摔碎的声音，以及何美凤那凄惨无比的尖叫。不枉此行。娘，你一晚上的话都是在为最后一句话做准备吧？你怎么知道激怒村长夫人会有用啊？你要学会多观察他人，比如说村长夫人，在他眼里，他儿子是最好最宝贝的，没人能配得上他儿子。今天出去吃饭，杨世宝不仅没有带他这个老娘去，反而还耽误了温习功课。你觉得他会放过何美凤？在他看来，都是何美凤的错。简佳宇若有所思。哎呀，别想了，快走吧，冻死我了。我数到1，我们就跑，看谁先到家。好，你又耍赖。不用着急，顺其自然便好。舅舅希望你能平安就好。舅舅，我的3个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孩子呀，实话说，我只见过佳宇，佳宇跟你长得很像，是个聪明的孩子。那我的妻呢？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如果不是他，你也不会变成这样。昭儿啊，一切等你自己慢慢想起来吧。太多的舅舅也不知道，我就不多说，影响你的判断了。妹子，快跟我走！孩子们也跟在后面跑。婶子怎么了这是？你跟我说说。哎呦，妹子，我等你好些时候了，草根店那个渣仔又派人来了。奶奶，我跟你们拼了！一进门便看到草根奶奶
跌倒在地上。草根被一个大汉掐着脖子举了起来。放开我！嘿，小杂种，敢打老子！老子，臭婊子，你敢打老子！哎呦，这小娘子长得可真水灵啊！不如……奶奶，你还好吗？奶奶，别担心，草儿，奶没事。快跑啊，简娘子，你别牵扯进来！哼，今天谁都别想走，尤其是你，小娘子。看你这么年轻，没想到已经有了3个孩子呀！成亲了也没关系，别有一番……哎呦，贱人，给脸不要脸！2个大汉顿时怒了，拿着棍子的那个举起棍子就朝着杨清河打去。只见杨清河后退一步，身子微微倾斜，抬脚踢飞了大汉手中的棍子，随后又轻身上前，单手持棍，用手肘向他下巴处打击。趁大汉痛叫之际，回身一个利落的过肩摔，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大汉躺在地上，一时半会儿起不来。杨清河抓住机会，扔掉棍子，双手握成拳，快速对另一个大汉肚子进行打击，直接把他打到吐出血来。2个大汉倒在地上惨叫不已。这简娘子原来这么厉害吗？还打吗？姑奶奶饶命啊！是我们瞎了眼，对您不敬，我们再也不敢了。快滚！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一次。2人慌不择路地互相搀扶着离开。娘太厉害了，像戏文里那些女将军一样。草根直至现在都觉得不可置信，简娘子打架居然这么狠。哎呦，妹子你可真厉害，居然把2个大男人都给赶走了。草根吓得脸色刷白，杨清河推开他，跟婶子上前，只看了一眼便说：马上去把村里的赤脚大夫叫来，要快。奶奶刚被推倒的时候意识还是清醒的，还能跟草根进行对话，后来没过多久就突然晕过去了。因为害怕受到2次伤害，所以没敢挪动她分毫。2次伤害这个词儿倒是第一次听说，这清河丫头难道还懂点医理？大夫，奶奶她没啥事儿吧？怎么，老朽的医术你还信不过？那哪能啊，我这不是关心则乱吗？哼，关心则乱，老朽看你冷静得很。白了杨清河一眼，周大夫拿出一粒药丸给奶奶服了下去，说：没什么大事，跌倒的时候也没磕伤脑袋，就是身子骨太虚弱了，有气急攻心，一口气没顺畅就晕倒了。草根一听，悬着的心瞬间落下了，只要没有大事就好。他身子骨太虚弱，这药丸是我自己做的，补气血的，以后每天早晚1粒。大夫，一共多少钱？算了，这乡里乡亲的就不收钱了。草根没说话，直接跪下给周大夫磕了个头。干啥呀？你这孩子，医者仁心，你这是让老九折寿啊！谢谢大夫。奶奶没事就是万幸了。哎呀，我们周大夫真是当世名医，悬壶济世活菩萨。小雨，拉一下。什么事儿？这些你去给草根送去，还记得路吗？记得。早去早回哦，路上注意安全。奶奶，您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您有什么事怎么不叫草根来喊我呢？身子好些了吗？好多了，老婆子身子骨硬朗得很。那就好。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杨清河，里面是一只银镯。奶奶，您这是？这个镯子是草根他爷爷送给我的定情信物。他爷爷以前开了家包子铺，我呢是隔壁肉摊贩的女儿，这一来二去的就看对眼了。看对眼后，他就送了我这个镯子，既是定情信物，又是彩礼。那时候还在跟邻国打仗，远没有现在的安宁，所以我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就算是成亲了，成亲后我们过得非常幸福。我本以为啊，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后来战火蔓延到我们住的地方，大家开始四处逃命，走散了的家人亲戚，不是死了就是失踪，再也没见到过。我们一路逃到了一个北边的小镇，暂时在那安置下来。某一天我发现有喜了，他爷爷呀高兴得不行，拉着我傻笑了一晚上。我们都以为日子会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时，战争愈演愈烈，战士伤亡惨重，天子下令强制征兵，他爷爷就这么被抓去了。我满心期待地等待他回来，却等到了他尸骨无存的消息。大受打击之下，动了胎气，孩子提前出世。我因为难产，差点没挺过去，所幸上天怜悯，终是不肯看着我儿一出世便没了爹娘。后来我带着孩子兜兜转转，换了好几个地方落脚，同时战争也慢慢平息，新天子登基执政，一切都在变好。后面的话不说，杨清河也猜到了，无非就是好容易独自拉扯大的儿子娶了媳妇儿，生了孙子，本以为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却不想儿媳妇儿难产没了，儿子又是个混不吝的，只留下孙子一人跟他相依为命。奶奶，这次一定会变好的，你有草根这么听话懂事的孙子，他不会像他爹这样的。你说的对，草根是个很好的孩子，你帮了我们家很多，老婆子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个你就收下吧。哎，不可以，这个太贵重了，奶奶，我帮你们并不是想要什么回报。丫头，你是个好姑娘，老婆子活了一辈子，自认为看人还是比较准确的。奶奶，您是什么意思？你这孩子想什么呢？就是感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这个镯子你必须收下，否则老婆子呀就只能给你磕头了。磕头？那哪能啊！奶奶没再给他拒绝的机会，把镯子装回布包递给了他。奶奶，这个我就当暂时帮您保管，以后需要了我随时可以还回去。奶奶笑而不语。送奶奶出门的时候，杨清河是打算给她送回家的，但是被奶奶坚定地拒绝了。她说想一个人静静。丫头，其实我这一生没有后悔过，不管跟他爷爷成亲还是生下他爹，草根啊是个很好的孩子，他不该遭受这一切。那个镯子你拿去卖了吧，卖的银子都给你，草根以后就麻烦你尽量帮他一把。杨清河觉得有点奇怪，还是回答：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帮忙的。谢谢，对不住了孩子。奶奶的背影还是那么瘦小，一如杨清河第一次见她那样。奶奶，我来做就好，你要多休息。哎呀，乖孙儿啊，奶奶没事。吃过早饭后，奶奶提议要去县里一趟，草根十分不解。奶，你有什么想买的吗？你这身子骨就别去了，等开春了我再陪你去。这些衣服穿不了了，想拿去县里找人补补。奶奶，要不我帮你拿去吧，我知道在哪个地方。草儿，你就让奶奶去吧，我的身体真没事儿。草根犹豫了，他知道帮奶奶缝补衣服的老姐妹跟他关系非常好，想着他也许是想跟老姐妹叙叙旧了。再看着奶奶最近憔悴了不少的样子，草根咬咬牙同意了。反正有他在，他仔细多照看着点奶奶就好了，想来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祖孙俩人准备了一下就出门了，他们没钱坐牛车，
只能自个儿走着去。好在以前都走习惯了，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到了县里，奶奶脚步顿了顿，随即很怀念似的提起了以前来县里吃过的肉包子，感叹着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吃一次。奶奶，我有钱，我去买给你吃吧。谢谢我的乖孙儿。奶奶，你在这儿等我，我去给你买。草儿，慢点不急，奶奶在这儿等你。怎么了，奶奶？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没事儿，就是奶奶好久没抱你了。去吧，我在这儿等你。草根转身朝包子铺跑去，奶奶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里。对不住孩子，对不住了。奶奶抬脚拎起草根放在地上的包裹，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跑去买包子的草根越想越不对劲儿，总觉得今天的奶奶有些奇怪，说什么想抱她一下这种话。还有，奶奶平时是最节省的，怎么会说出要吃肉包子这种话？大意了，他立刻原路返回。等到了地方，空无一人的街角验证了他的想法。奶奶你在哪儿？快快快！听说有个老太婆被撞死在汉才楼门口了。对，听说是控诉他儿子不孝顺，不仅想抛弃儿子，连老娘都要抛弃。是的，还说他骗了掌柜的女儿，说他早已成亲生子。接下来的话，杨清河没有仔细听，他只觉得自己脑子轰的一片空白。抛弃儿子，抛弃老娘，加上骗婚，以及昨天的那场谈话，草根奶奶告诉我，潘才楼在哪儿？莫有生心下了然，怕是那个自杀的老妇人跟他认识。带着你弟弟妹妹进屋等我们，我带你娘过去一趟。奶奶，我知道，不怪你草根，这不怪你。他不敢再多看一眼奶奶的遗容，悔恨莫及的又制止草根。自己也是一样的，昨天奶奶那么明显的不对劲儿，他硬是一丁点都没看出来。你们掌柜叫什么？小人家酒楼的掌柜姓周，叫周大成。果然，杨清河又问：原来的掌柜是谁？原来的掌柜姓刘，茶楼的周老板把茶楼卖了，凑成了聘礼，娶了刘掌柜的女儿，然后就在这个酒楼任职掌柜的。刘掌柜也回去颐养天年了。是他害死了我奶奶，我要跟他拼了！住手！草根被他充满寒意的嗓音定住了，只是死死地盯着酒楼的大门。莫先生，麻烦帮我去县衙击鼓鸣冤，就说盼财楼的掌柜周大成弃养亲儿，不孝长辈。我听到那个老妇人说的了，他就站在门口大喊：周大成，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不仅不认草儿，你连我都不认了。哎呀，真没想到这周掌柜是这种人。不是说他父母早亡吗？感情都是骗人的。莫有生听了什么也没问，直接推开人群往县衙去了。周大成呢？我看到他往家里去了。想跑，做梦。没过多久，莫有生就带着县衙的人来了。仵作上前验尸，证实了奶奶是撞墙而亡。奶奶临死前说的话，围观的百姓里有人可以作证。关于周大成的弃养，对老娘亲儿不闻不问，还隔三差五派人上门威胁恐吓，这些都有人可以作证。想了想，又补充道：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把上次那2个去奶奶家找茬的人找出来作证。周大成现在在哪儿？回大人，小人看到他往家里的方向去了，他家住在西街第10户人家。衙役一听，叫小儿给带路，二话不说叫人跟上，得趁周大成逃跑前把人抓住了，
以防万一，莫有生打了声招呼，也跟着去了。奶奶也被人抬走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奶奶枉死。草根已经止住的泪又流了下来。一个陌生的人都可以为他做到这个地步，他的亲爹却巴不得他死，真是太讽刺了。干嘛呢？慌慌张张的。小杰呢？午睡呢。我说你干嘛啊？收拾东西干嘛？我问你话，到底怎么了？少雅，我对不起你呀，我骗了你，我不该骗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周大成只是不停地摇头，跪在地上只知道哭了。刘少雅还想说几句什么，家里的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你们干什么？怎么能强闯民宅？夫人，犯人周大成弃养至亲骨肉，还差人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导致老娘撞死酒楼门前。来人，给我把他抓回去，关进大牢，择日再审。等等，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至亲骨肉？他们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父母双亡了吗？还有骨肉，骨肉是什么意思？周大成低头，不敢看向刘少雅的眼睛。你说呀！到了最后，周大成还是没能像个男人一样，他连一句道歉都说不出口，只选择了逃避。带走！官兵们抓了周大成，完成任务便相继离开。娘，你别哭！真是造孽呀！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不对？能不能告诉我？莫有生看着他失神的双眸，又是长长的叹了口气，而后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刘少雅听了以后，浑身上下都在颤抖，他慢慢的用手捂着嘴，恐惧、悔恨、难过等情绪在他身上轮番上演。他居然被骗了这么多年，居然一丁点都没有察觉。他也是帮凶，他的儿子呢？是不是也是帮凶？如今看清了他的面目也好，省得一直被蒙在鼓里。简娘子，今天谢谢你了。我以为你们已经走了。怎么去了这么久？那边什么情况？唉，一言难尽。莫有生把在周家的所见所闻都说了一遍。也是个可怜人，那个周大成忒不是东西了。什么时候公开判案？听衙役的意思是择日宣判，具体的还不清楚。你先回去休息，这几天没什么事别来了，有消息我会让人通知你的。杨清河点点头，突然想到了什么，把莫有生拉到一旁，悄悄问：哎，你知不知道附近哪里有棺材铺？有，而且那家价格绝对公道。堂下何人？状告何事？回大人，草民周远离状告我的亲生父亲周大成弃至亲骨肉不养，还时常派人去恐吓威胁我和祖母，把祖母逼至绝境，以死来揭穿周大成的真面目。真是岂有此理！周大成现在何处？回大人，周大成已于数日前被押入大牢了。给本官带上来。没过多久，周大成便被押送上堂。儿子，你救救爹，是爹错了，爹一定改，你原谅我一次呀！大胆！犯人周大成竟敢蔑视本官，在公堂上大喊大叫！来人，抓出去大打10大板！是。不要啊，大人我错了，大人饶命啊！周大成在挣扎中被拖了下去，不一会儿便传来了周大成的哀嚎。草根依旧面无表情。10大板后，周大成被拉了回来。水火棍的威力不容小觑，10大板后，周大成整个人都虚了。犯人周大成，你亲儿周远离状告你弃养罪、威胁恐吓罪，还有造成你母亲死亡的罪，你认不认？大人，误会啊，都是误会，我没有弃养他，也没有让人去威胁恐吓，可没有逼死老娘啊！你还不承认？我都是误会。哦，那你说说怎么个误会法？
我儿从小身体变弱，算命的师傅说只能在乡下养着才能活下去，我就把他送到了乡下。我老娘是心疼他，就跟他一起去了，可不是我赶的呀。威胁恐吓更是无稽之谈，我平时忙就只能让人替我去探望他们。至于我娘为什么撞死，求大人明察呀！老民也想知道他老人家真正的死因啊！胡说八道了，周大成，你老娘死前可是把你的罪状都说了，我们好多人都听见了。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呀？许是他怨恨我这么多年没有时间去看他呢。公堂之上不容吵闹，周远离怎么看？他撒谎！你说我说谎？你又有证据能证明我做的那些事吗？杨清河勾唇一笑，就防着他这招呢。他对莫有生使了个眼神，莫有生了然。大人，草民有人证。县太爷微微皱眉，周大成则是看见这俩人，吓得大惊失色。怎么会？既然是人证，那就把事情说清楚。那两人没想到还能被抓住，迫于形势，只能一五一十的把周大成是怎么买通他们，要求他们怎么做，事成之后给多少银子，都说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一句，周大成的脸色就难看一分。等全都说完了，周大成也面如死灰了。人证俱在，他就是想狡辩都没用。县太爷冷笑一声，惊堂木一拍，当堂宣判：犯人周大成为人子不尽孝道，为人父不尽责任，还因己私欲，企图杀害至亲骨肉，所未得逞，行为也足够恶劣，此事成为逼死亲娘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此宣判，周大成杖责100，打入天牢，终生不得放出。剩下2个混混也各判20大板，押入牢狱，关押1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活一天就是一天吧。你有认识书坊的人吗？书坊？有我爹的好友在四书附近开了一家书坊。你要买什么书吗？是话本故事吗？你还会写故事？你别管，就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人脉，我来写故事。你可以作为我的对外发言人，全权代理我的一切事务。赚的银子我们4-6分，你4我6。什么叫对外发言人呢？还有什么叫全权代理？意思就是我来写故事，但是呢，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你就是在我隐藏身份的时候出来帮我处理事情的人。除了写故事，以后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懂了，夫人想赚钱，但是不想让人知道她是简昭的夫人。没问题，交给我。行，我就知道你是个信得过的。纸我自己买好了，借套笔墨给我，我写好了送过来给你过目。你看行的话，就拿去跟书坊谈。夫人，这都是你写的？不然呢？简夫人真是太厉害了，写故事都这么有水平，这比市面上那些酸文俗物好太多了。夫人，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好。莫有生拿着杨清河写的故事来到了丁和书坊，这就是他爹那老朋友开的书坊。这丁老头啊，是个迂腐又固执的人，在别的书坊都已经签了各种画本先生的画本，生意不说红红火火，也算是略有进账。唯独他一天端着清高的架子，不仅不主动签下画本先生，还对人家嗤之以鼻，导致整个兴安县的画本先生都放下狠话。这丁和书坊迟早关门，不信走着瞧。这不，确实是在关门边缘徘徊了。莫有生拜托老爹跟自己一道上门拜访丁老头，把来意跟丁老头说了一下，话都没说完，丁老头便拍桌哼道：别想了，哎呀，我是不可能签那些酸先生的画本的，不务正业。老丁啊，你这老东西还是这么固执。林峰也是想帮朋友一个忙，而且就是让你签一个画本先生的事，不妨碍什么。是不妨碍，但是那种酸文俗物有什么可看的？莫有生头疼，要不是他认识的人中只有这老头是开书坊的，真不会来找他。老叔呀，咱不说这么多，你就当帮我个忙成吗？丁老头不作声，
明显的不同意。老丁啊，你说咱也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帮我儿子这个忙如何？你这书坊眼看也快开不下去了，兴安县的画本先生都与你结怨，难得有个新的画本先生愿意跟你合作，还是你想看着书坊彻底关门？你什么意思？你盼着我的书坊倒闭吗？我可没那个意思。你也知道，现在各类画本都非常受欢迎，就说离你2条街距离的那家书坊，一度也是要关门了，还不是因为他女儿死马当做活马医，接连写了好几个画本，才挽救了他的书坊。丁老头沉默了，似是在思考莫老爹的话。实话告诉你吧，林峰的这位友人可是京城来的大才子，人在京城写的画本可受欢迎了，要不是你是我老友，这机会才不给你呢。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人这么厉害？丁老头渐渐开始动摇，他这辈子一事无成，管理一个小小的书坊都做不好，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书坊倒在他手上。行吧，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份上，我就为你破例一次。莫有生悄悄翻了个白眼，不管怎样，事情总算是谈妥了。丁叔，我拿书稿给您过目了。丁老头没有搭理他，默默接过他手中的书稿，低头阅读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后方传了一声：妙啊，妙啊，写得太妙了！我能见见这位先生吗？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呀？他不喜外人，不过称呼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姚南雨。所有的画本先生都有自己的笔名，杨清河给自己想的笔名就是姚南雨。丁老头一听有点失望，转念一想，别人是京城来的先生，有点癖好也能理解。老叔啊，这下可以签了吧？老头子，我这就可以拟写契约，你是拿回去给先生签，还是我可以代替他签？你不会是骗我的吧？这真是你友人写的？嘿，你还不信了？那我换一家吧，也不麻烦你了。别，我就是随口一说嘛。之后丁老头便老老实实的去拟契约了，拟好以后拿给莫有生过目。莫有生仔细看了一眼，大致就是姚南雨先生的画本独家签于丁和书坊名下，所得分成3-7分，姚南雨7，丁和书坊3，没什么问题。这个分成算是比较大方了。丁老头是真的很看重这位先生。莫有生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按了手印儿。先生，这是多久交一次稿呀？这个我就无法保证了，只能说先生只要一出稿，我马上给你送过来。行了，我没问题了，你走吧。啥意思这是？赶紧走，我要去找印刷店印刷了。你好，您想要什么布料啊？能拿棉布给我看看吗？这些啊，都是江南那边的供货商供应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您可以摸摸看这手感。掌柜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杨清河倒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他一脸嫌弃地看着那一堆布料，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太难看了，这些个颜色也太难看了。考虑再三，杨清河还是放弃了买布料的想法。他跟掌柜的道谢，说自己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等等，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里的布料颜色都这么难看，那染布、漆布也是一种赚钱之道，如果能做出来，简直可以想象会引起多大的疯狂，一定会掀起一股热潮。想到这里，他马上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布料坊。这个事情啊，得回家好好琢磨琢磨。所谓知己知彼，杨清河下一步打算去染坊参观一下。至于染坊在哪儿，那就得找老伙计莫有生带路了。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去找你了。这笑得一脸猥琐是想干嘛？你还记得你写的画本吗？对，怎么样了？销路还行吧？何止是还行啊，简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夫人，你不知道啊，现在是供不应求啊。这也是杨清河意料之中。想到此行的目的，杨清河打断了还沉浸在画本里大卖兴奋的莫有生，说道：
哎，兴安县一共几个染坊？你想干嘛？你猜？兴安县一共有2个染坊，一东一西。莫有生带杨清河去的是西边那个。有什么事啊？非染坊的人不得进入。我们兄妹是做布匹生意的，听闻你们染坊的布料最好，打算参观一下。我做不了主，我得进去问问管事，你们在门口等着吧。夫人，你就告诉我吧，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呀？他真是好奇死了，一路上都忍不住打听，偏偏杨清河嘴巴很紧，愣是半点口风都没透露。你真是藏不住事，什么都写在脸上。你告诉我，我保证不再烦你。杨清河刚想说什么，那守卫出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约莫45岁的中年男子。鄙人姓钱，是这家染坊的管事，二位前来是有何事？杨清河无语，这老狐狸明明都知道他们的来意，还要多此一举问一遍。莫有生倒是不恼，把先前对守卫说的借口再说了一遍。钱狐狸啊了一声，又问：请问二位是来自哪里？请见谅，想装成商人进染坊打探我们秘方的人太多了，不得不谨慎些。非常能够理解，像我们做生意的最怕的就是碰上各种探子，真是防不胜防。我们兄妹是来自隔壁县的，家中条件尚可，便想着做点小生意。我俩一路打听着，便打听到了你们这里。良才县，哎呀，这巧了不是？我也是那出来的。敢问郎君是住在哪一块？说不定啊，我们是邻居呢。这钱狐狸也太谨慎了吧！好，我住在龙江上的上游一带，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遇到老乡啊。是很巧，我住在3里街附近。既然是老乡，那我便不怀疑了。走吧，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其实啊，说是参观，也就是只能看染布的现象，更多的也不会给看了。他仔细数了一下，15个染缸，一共有5个颜色，估计原料是某种矿石，所谓的秘方估计就是挖掘矿石的渠道。可是这里的矿石原料不够纯净，这个朝代的人呢，也没有将原色混合，从而得出见色这种想法。这空白的商机，他要是牢牢把握住了，不说富可敌国，衣帛食肉是没问题的，他心里有数了。钱兄你放心，你们染坊的布料绝对算得上是上乘。我们兄妹回家跟父亲商量一番，要是没问题的话，肯定跟你们染坊合作。那感情好，这到时候合作了，我们哥俩好好出去喝一杯。临走前，杨清河问了一句：钱管事，你们都是用什么固色啊？这位姑娘不知道吗？在本国都是有一种叫和铁的东西固色的。和铁？杨清河仔细品了一下这2个字儿，露出了一个十分灿烂的笑容，对钱狐狸道了谢。看不出啊，你这人交际能力挺厉害。我都这么帮你了，你总该告诉我了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染布。什么？从染坊离开以后，杨清河就去布料坊买了许多不同材料的坯布，准备开始着手试染。娘，你还会染布，太美了。杨清河笑了一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是出乎他的意料。娘，这是什么颜色？这叫靛蓝色。娘，好看的，喜欢。是吗？这个叫丁香紫。你们说这个颜色的布料拿去卖，会不会有人买啊？我以前住在老家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布料。娘若是拿去卖，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娘，原来那些草根果能变出这么好看的颜色吗？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显娘子真是太聪慧了，什么都知晓。碰巧吧，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居然能成功。娘，这些颜色都太好看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喜欢吗？娘太厉害了。目前一共染出了7种颜色的布料，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说有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杨清河打算明天带着这些染好的布料去跟莫有生商讨一下，等攒够银子，我们搬来县里，好不好？可是娘，搬出来以后，爹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不嘛，娘，我们不搬。可是住在村里，说不定老杨家的人还会来找我们麻烦哦。想到老杨家的人，2个孩子闭嘴了。
能远离老杨家的人也是他们的愿望。好了，到时候我们可以让人给他传话嘛。再说了，等到他恢复记忆找过来，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根本就不急。这事儿开春以后再开小会讨论吧。等到了一方，杨清河看见莫有生正跟一个年轻姑娘谈话，他识趣的没有过去打扰。刚刚那个是新来的舞蹈先生，我想着你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就另请了人。抱歉，这事是我……杨清河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莫有生摆摆手打断了。这都是你染的，我的姑奶奶，你可真是个神仙呀！这些都是你自己弄的。是啊。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从前朝开始，颜色固定就那么几种，你是怎么染出这些颜色的？不经意就发现的。你想干什么？你说。我想开个染坊，自染自销。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我需要考虑一下怎么做。这些布你拿着吧，想好了就去村里找我。顺便给你一个建议，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哦。莫有生点点头，他懂。金鹤佳音，娘亲，有人敲门。小雨，你去看看是谁，别开门。是杨家的人就当做没听见。娘，是莫先生。你想好了？我发现你不管做什么都从不避讳他们。为什么要避讳？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瞒着他们的必要吗？抱歉，我并无恶意，只是好奇，关于自染自销，你有没有完整的计划？如果需要开染坊，前期需要投入多少银子？我这几天也找了牙人，走访了一些待租赁的旧工坊，价格基本在50两上下。50两？银子问题不用担心，我这边可以拿出，夫人负责提供染料的配方就好了，收成的事我们可以5-5分成。悉数入股？对，我怎么忘了这茬？什么叫入股呀？这不重要。你的意思是你能拿出这笔银子，我出配方，收成的话5-5分，对吧？莫有生点头。那工人怎么办？可以从牙婆那里买人呢，卖身契在我们手上，他们肯定不敢乱说话的。进货渠道呢？胚布要从哪里买？先说好啊，我不会织布。这个你放心，有个专门倒卖坯布的人，我已经跟此人见过面了。不是我自卖自夸，我们的布一旦问世，必定会引起哄抢，这等于是断了他人的财路，那些人必定不会放过我们。这就是最大的麻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儿，很可能报官都没用。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帮我们。谁？建平大长公主要回京探亲，期间会经过千城郡暂时休息几天，如果能寻求她的庇护。等等，你从头说起，这个建平大长公主是谁？你不知道建平大长公主？看来是个很有名的人了。杨清河无奈，可是原主的记忆里完全搜索不到这个人的任何事迹。建平大长公主是前朝唯一的公主，当今圣上的亲姑姑。当年我们跟邻国常年交战，双方都疲惫不堪。当时长公主作为副将跟随出征，一日在双方交战火热之际，邻国的将军喀什王子注意到了公主。大丹国崇尚勇者，喀什王子被公主愈战愈勇的气势所吸引，当即宣布休战，带兵退回40里地，并向先皇提出要取求公主，代价是归还所有的城池，每年定期上贡粮食1万担、金马1000匹、黄金1万两，以及各种珠宝首饰等，并以这草原神的名义起誓，500年内不得进攻大兴。当时也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公主也愿意和亲，以换取这两国的和平友好。公主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爱好，就是她喜欢各种漂亮的衣服。传闻公主出嫁时，白里红妆里有一半都是各种布料，为的就是满足公主随时可以做漂亮的衣服。大丹国基本上没有矿石原料，他们那里的植物倒是相当的丰盛，所以在染布这一块上比大兴差远了。你是说，只要我们能得到大长公主的庇护？这长公主是这么好拉拢的吗？说的倒是简单。未尝不可一试。长公主会在千城郡休息一段时间，你只要能让她见到你的布料，一切便成了。杨清河还是觉得不妥，这公主是这么容易见到的？别回头一个不小心，他得罪了公主，来个杀头之罪。莫有生看着杨清河的表情，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说起另一件事。新安县的2家染坊，东边那家坊主叫做杜元生，他的姐姐
据说是嫁给了千城郡的太守，此人得不到便会毁掉，是个心狠手辣之人。所以啊，到时候最先找上门的一定是杜元生。各位街坊邻里，小店今日开业，欢迎各位前来捧场啊！凡是进店的顾客前100名，无论是否购买，都免费赠一份小礼品，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啊！谁是这儿的掌柜呀？请问有何贵干？你就是掌柜，请问有何贵干？哼，倒是有几分胆量的后生。我们家主请掌柜的去府上一叙。你们家主是？我们家主姓杜。莫有生了然，这是同行找上门了。先前说过，兴安县一共有2家染坊，一东一西，西边那家历史悠久，而东边那家呢，资历虽不如西家那边雄厚，但据说是有背景的。那就叨扰了，还请带路。等等，我也一起去吧。老先生不介意多一个人吧？不是，你去干嘛？兄长此话何意？青青早就听闻过杜老爷的名头，难得有机会得以窥见真容，青青可不想错过，便斗胆自荐了。莫有生便知道劝不住了，这一趟啊，他是非去不可了。哦，这位青青姑娘原来是想见我们家主。是，听闻杜老爷乐善好施，青青早就想见一下他了。既然青青姑娘是掌柜的妹妹，那便一同前往吧。家主知道你这么崇敬她，会很高兴的。这个杜元生连1天都忍不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等下他肯定会威逼利诱。唉，杨清河叹气，如果他们受到威胁去报官，想必也没有任何用。2位请先喝茶，我家家主马上就到。不一会儿，外面传出厚重的脚步声，以及一个浑厚的嗓音说：欢迎2位来到我杜府做客。2位怎么称呼呀？在下莫凌风。我是莫青青。我听说呀，这莫公子的布料坊今天才刚开业，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兴安县啊。是啊，我也听说了，人人都在讨论呢。杜老爷过奖了，不过是承蒙乡亲们的厚爱，这算不得什么。哎呀，算不得什么，莫公子可真是太过谦逊了。太祖时代都没解决的问题，莫公子解决了。一个布料坊就有7种颜色之多，还说算不得什么，真是好狂的后生啊！哼，都是巧合，巧合。老爷不要生气啊。还是你最会关心人。听说姑娘主动提出跟过来的，想见我。是，好奇而已。那见到了有什么想法呀？老爷啊，快点解决完事情陪人家嘛。莫公子看着也是个聪明人，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新开的染坊也是你们的吧？我就直说了，把染料的配方分我一份，我们可以互惠互利。如果我说不呢？年轻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杜老爷，染料配方这种秘方，我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人呢？莫公子有什么要求，不妨说说。片刻后，莫有生摇摇头。杜老爷误会了，我不管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不可能答应的。你耍我？非也，只是我也答应过那个人，不会把秘方从我手上流传出去的。我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杜老爷想要，可以直接派人去找那个人，何苦为难我们兄妹2人呢？杜老爷，晌午已至，我们就不打扰了。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没有我的允许，你能走得出那个门？怎么，甩的不行来硬的？青青小姐这话说的不对呀，你们是客人，只要好好做客，我一定把你们安全送回去。我还偏要走了，你还能拦得下我？莫有生想劝他一下，别激动，他有办法全身而退。结果杨清河直接拉着他往门口走去。来人！杜元生一声令下，站在最前面的2个人就想上前制止住杨清河，却不想杨清河一个人侧身躲过2人，伸手直接拽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臂，咔嚓一声，把那人的手给卸了。
随后又一脚踢向另一个人的头，那人瞬间被踢飞出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简夫人居然还会功夫。废物，都是废物，还看着干什么？都给我上啊！等等，陆老爷大可以把我们囚禁起来，来之前我也交代下去了，如果下午之前没有回去，那就把染房一把火烧了便好。陆老爷，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好啊，我就不信了，我还需要。等等，老爷，切不可动怒呀！老爷，请您冷静呀！直到走出了杜府，上了管家安排的马车，杨清河才忍不住问：你说你耍他干啥？差点我们就走不出这里了。瞧瞧刚刚杜元生的样子，就跟发狂的黑猩猩似的。最后要不是管家死死拦住他，让人把他俩送走，保不齐还得再打一架。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要不是他姐姐，他算个什么东西？杨千和也不说什么了，毕竟他自己也特别讨厌这种人。夫人，你居然还会武功吗？哎呀，你打架的样子可真狠呐！从小就学武功吗？可以教我吗？教教我吧。莫有生眼巴巴地看着他，在光线不够明亮的马车里，仿佛从他眼睛里透出了光。陆元生的姐姐杜家最近不太好过，千城郡太守最近给了一个青楼女子赎身，来了姨娘，那可是相当有手段的女子，年轻又貌美，没少让这个原配夫人吃暗亏呢。杜家现在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给杜元生擦屁股？所以管家才叫他不要冲动。啊，杜家之前警告过他，这段时间不要惹是生非。杜家现在是如履薄冰，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话锋一转，莫有生带着嘲弄的语气接着说：如果陆元生能拿到染料的配方，不仅是他自己获利，杜家那边也等于打了翻身仗。为什么这些事你都知道啊？包括之前建平长公主的事。以前吃过消息必死的亏，自那之后我就发现了，掌握一切消息，不管有多小的消息，总会有用得上的时候。别看我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读过书的，只是后来落选了，不过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们经常飞鸽传书，彼此告知身边的各种事情。从这里到千城郡要多久？你想通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发生了什么事吗，娘？杨清河看了眼心思细腻的大儿子，知晓自己瞒不过他，犹豫再三，还是说：我要出一趟远门。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还好没受伤。娘，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哭什么呀？男儿有泪不轻弹，羞不羞？海哥哥羞羞。不是吗？你不是不要我们了？哪有？胡说八道！这误会可大发了。他就说了句出远门，这孩子这想到哪儿去了？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来还纠结怎么开口，现在被简家男一打岔，索性直接说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要去千城郡碰碰运气啊，看看能不能请那个建平长公主帮我们一把。好啦，我说完了，谁想问什么问吧。你打算一个人去？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那我们怎么办？你们跟莫有生住一段时间行吗？娘，我不要，想跟你在一起。娘，瑶瑶说的对，我们想跟你一起。杨清河犯了难，这个没有飞机汽车的时代，只有马车，从兴安县到千城郡，光来回路程就得10天。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我们不会妨碍你的。别这样说，没有妨碍这一说，你们永远不会爱到我。那一起去嘛，我舍不得你。舍不得。花了点时间，用布做了3个简易的口罩。第二天一大早，娘儿几个就出门了。临走前，杨清河去了一趟村长家，告知自己要出行一趟，麻烦村长帮忙照看一下自己的家，又让简家宇去找了草根来，麻烦他在这屋子住一段时间，帮他们看家。如果有人找你麻烦，去找村长，我打过招呼了。搞定好一切，他们终于出发了。娘，这就是那位长公主住的地方吗？对，
据说就是这里。简家南跟杨清河正悄悄讨论，府邸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杨柳姑娘上哪去？公主想吃八宝斋的糕点了，嬷嬷让我出去买一些。明天去白马寺，杨柳姑娘也跟着吗？明天幽兰花陪公主去，不早了，我先出门啦。目送那位杨柳姑娘走远以后，护卫关上了门。躲在石狮子后面的娘儿几个松了口气，没被发现。娘，先离开这里，再待下去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对对，走，先离开这里。小雨、瑶瑶、楠楠，你们在哪儿？哥哥，现在怎么办？先想办法回正殿，娘会来找我们的。哥哥，你不识路啊？你看你带我们来这是哪儿？要不你来，我跟着你走。简家南不吱声了，他也不行，他不来。娘，我想要娘。瑶瑶不哭，瑶瑶乖宝宝，二哥哥答应你，很快我们就会找到娘的。瑶瑶乖，别哭了，哥哥现在就带你去找娘。瑶瑶不哭。刚把妹妹哄好，便听到两道由远至近的脚步声，是两个年轻的男子。小弟弟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家里的大人呢？简家宇不答，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自白马寺听空无大师讲佛的。你们家大人呢？简家宇仔仔细细地把他打量了一遍。请问你知道正殿在哪儿吗？正殿？巧了，我们也正好要去呢，一起吗？简家宇有些纠结，不知道要不要跟着他们一起。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娘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是他如果不跟着这两个人，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找到正殿的路。这小孩倒是有点意思。简昭低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倒是有些让他怔愣了一下。这小孩隐隐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再看他身后的两个小孩，简昭的呼吸忽然加快，心口蓦地一抽。小孩可能是被他给吓到了，带着弟弟妹妹后退了一步，狠狠瞪了他一眼。岳安看着被自家少爷吓退的小孩，只得赶紧上前解释自己不是坏人。这回小孩好像相信了。岳安，我们走。简家宇想了又想，最终咬牙道：走吧，跟上去。少爷，他们好像跟上来了。简家宇带着弟弟妹妹始终跟前面的人保持着1丈的距离，以防有什么突发情况可以马上跑。跟着那对主仆左拐右拐，再一直直走，便看到了正殿。此时空无大师正在正殿里讲佛诵经，正殿里满满当当都是人。简家宇努力地踮起脚尖朝里看，完全看不见哪个是他娘。不行我找不到娘，完全看不见。怎么办呀？把娘给弄丢了。简家宇担心找不到妹妹又哭了，便想着跟她安慰一下她。结果回头一看，妹妹不仅没哭，还一直努力抬头盯着那个面具男子看。瑶瑶，怎么了？简昭也看着这个小姑娘，隔着面具跟她对视。有事？娘，你怎么只抱妹妹啊？行，我也抱你。小雨要不要啊？张开手臂把3个孩子紧紧搂住。对不起娘，我们不小心把你给弄丢了。那可真是太不小心了，找不到你们我都急死了。你们走去哪里了？娘，哥哥不认识路，带我们下走。对，早知道我就应该丢下你。真好，没有把你们弄丢。简昭看着面前团聚的母子4人，他的目光着重放在了那年轻女子的身上。不知为何，这女子一出现，他目光就移不开。我以前一定认识她。简昭心想，他一出现，他整个人就很烦躁不安，头也隐隐作痛。好了，打住，别吵了。那最后是怎么找到路的？娘，是弟弟带我们找到路的。啊？不可能！
杨清河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向不远处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此人身形高大，穿着一身黑衣，就定定地站在那里，通身的气场便令人不敢轻易靠近。娘，那就是爹爹，哥哥们不信我。你是不是认错了？是爹，他身上的味道跟爹一样。不可能，瑶瑶，爹的话不可能认不出我们。对，没错，爹才不可能认不出我们。等等，杨清河突然反应过来，按照原著，简昭现在是处于失忆的状态。天哪，该不会真是他吧？岳安这时也反应过来了，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猜想，三步两步地走到他面前，低声说：这位小娘子，您认识我们家少爷吗？不会吧？没等他回答，岳安又丢出一个重磅消息：我家少爷失忆了。杨清河彻底懵了，好家伙，他这个蝴蝶扇动的翅膀也太猛了吧！为什么还有8个月以后才会出现的简昭会出现在这里呀？完了，这下所有的一切全乱了，他已经预判不到未来了。失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失忆的意思。简昭就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他们的讨论，心下那股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了解释，也明白了为什么见到那小男孩的第一眼会觉得特别的熟悉。他一直担心着的孩子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也许是因为太过震惊，反而令人慌了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人再出声。爹，你一定是爹，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呀？简昭缓缓蹲下身，骨节分明的手指慢慢抚上面具，慢慢的在简佳瑶面前摘下，露出了一张绝代风华的容颜，是原主记忆中的那张脸，没错了。杨清河彻底凌乱了。果然是爹爹，呀，我没认错。简佳宇和简佳楠也是激动不已，心心念念盼了好久的爹，就好像上天终于听到了他们的期盼，实现了他们的愿望。爹，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昭少爷遇到了刺杀，多亏老爷路过，救了昭少爷一命。只是昭少爷昏迷了一段时间，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会这样？不必担心，并无大碍。简昭心中还是空空的，总觉得还有一个人，除了孩子们，还有一个人他必须找到。简昭的目光重新回到杨清河身上，他可没忘记刚才孩子们叫他娘。什么事？这位小娘子，您跟我们家小少爷是什么关系啊？娘就是娘呀，娘跟爹爹成亲了的。不，什么不呀？娘，你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们了？我不要爹了，你别走行吗？娘，你为什么要走？我没说要走，都是你二哥哥瞎说的。事情有些复杂，我们现在明面上是夫妻关系，但具体的等以后你恢复记忆了，我们再谈吧。虽然我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但是这段时间十分感谢你对孩子们的照顾。孩子是不会骗人的，看他们的态度就知道，一定是他付出了很多，才会让孩子们这么亲近他。别了，大哥，我怕等你想起来就不是这个态度了。岳安听的是稀里糊涂，这个好像是新少夫人，又好像不是。少夫人，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哦，对了，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要不要实话实说？娘，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什么？你好像对爹的身份一点也不好奇。怎么这时候说这个？我告诉你个秘密，长公主跟爹认识。好家伙，还有这层关系，那这好办多了呀。他两眼发光地看向简昭，能帮我个忙吗？你说。杨清河对他的识趣很满意，把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一遍。我明白，你是希望我去跟建平长公主寻求合作，对吗？你可真敢想，我只想寻求庇护，你是直接想合作。没问题。啊，
少爷，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跟长公主谈呀？我记不得公主，公主记得我就行了。再说了，我也不能辜负了你的好意呀。现在的问题是，长公主在哪儿？少夫人，您放心，长公主现在肯定在白马寺内殿。走吧，我们去内殿。我们要一起进去吗？不太好吧。月安跟孩子们找地方等我们，你跟我一起进去。小雨，看好弟弟妹妹，别乱跑。您放心，少夫人，我们一定看好小少爷跟小小姐。二位小师傅，烦请帮我跟里面的那位贵客通报一声，就说简昭求见。二位请在此等候。不多时，一位年纪有些大的女子便亲自出来迎接。昭儿，真是你！姑姑，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上一次见你还是个不及我高的孩子，一转眼变这么大了。什么情况？快跟我进去吧，公主在等着呢。这位是内子。哎呀，这可真是，公主知道了一定很开心。快跟我进去吧。佛门圣地，众生平等，不必行礼了，坐吧。公主，好久不见。主座上的女子约莫50出头，面目是慈祥和蔼的，可周身那股肃杀的气场却令人不寒而栗。慈祥跟严肃明明就是相反的两种气场，却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不愧是上过战场杀敌的公主，一看就是有真材实料，而不是绣花枕头的那种。昭儿，许久未见，你母亲可还好？母亲已病逝许久。怎么会？抱歉，我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公主缓了情绪说：让你们见笑了。我跟北北还在闺中的时候就情同亲姐妹，我无法接受。公主何出此言？母亲要是知道您这么挂记她，在庭之礼一定十分宽慰。公主点点头，看了一眼杨清河，问：这是昭儿的妻子吗？是哪家的小姐？杨清河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她不是那家小姐，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姑娘，是我对她一见倾心，便上门求娶。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和昭儿很相配。随后他对杨清河招招手，待他走近以后，直接摘上手下的玉镯递给他。时间仓促，没来得及准备厚礼，这个给你，祝你跟昭儿百年好合。这接还是不接啊？思索再三，杨清河还是接过了公主递过来的手镯，回头再还给简昭。清河谢过公主。你叫清河呀，可真是个好名字。清河。公主随后又问了几个问题，杨清河都一一回应。见他谈吐不俗，大方又得体，公主更是满意了。清河可真是个好姑娘，我好久没有跟后生们聊天了，回京后你可要经常来看我。公主此次回京探亲，是准备要待上一段时间了？是想待上个1年半载了，许是我最后一次回京了。杨清河闻言立即低头不语，心里暗道：简昭可千万别问了，有些东西知道了太多，恐怕会有危险。所幸简昭虽然失忆了，但人还是那个聪明的简才子，他只是点点头，并未多问。公主见状也并未多想，问起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简昭思索了片刻，还是准备先把目前的情况跟公主说明了。于是他清清嗓子，除去他失忆的这一段隐了没说，其他的事无巨细的跟公主言明了。简明朗就由着自己的儿子这样被欺负。简明朗，大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昭儿，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多谢公主好意，只是此事不可声张，父亲现在正在全天下的讯问，时机还未到，我还不能回去。唉，有需要来找我，我多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今日冒昧拜访，是有事需要公主帮忙。公主看看这俩荷包，可是喜欢。她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荷包，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翻来覆去的端详。
这是哪位染色师傅的作品？杨清河伸手指了指自己，是你？这可真是。昭儿，我现在呀，觉得你配不上清河了。杨清河略带尴尬地看了他一眼，却不想简昭给足了他面子。是，我还差得远了。公主闻言放声大笑。杨清河见时机差不多了，把自己的来意向公主细细道来。这可真是缘分呀，谁能想到来一趟白马寺便能遇到小少爷你们，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小少爷这次跟我们一起回京吗？不，娘去吗？娘，解决了吗？圆满解决。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在，我可能没有那么顺利能见到公主。还是有人心疼你，你得感谢他才是。简佳宇心说，爹也没说错，他确实心疼娘为这事儿这么忧愁。一开始听到长公主的名号，他就想着如何利用他爹了。他以前听姑姑说过奶奶跟长公主的关系，只不过他爹本人的出现倒是让事情更加顺利了。谢谢。他们跟长公主谈得很愉快，杨清河保证以后有新的染料第一时间供应到大丹国，以保证两国双方都能共同获利。这样最终也拿到了长公主的手谕以及令牌结束，可以安心回到兴安县了。并且杨清河也向公主保证会以最快的速度把铺子开到京城，在此之前还请公主保密。公主也是个爽快的人，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们先把各自发生的事情互相说一下。于是杨清河把他这边的事情大概的说了一下，说的时候有些心虚，频频看向三个孩子。那些虐待的事情肯定不能说，那是该死的原主做的，跟他没半点关系。等他说完了，简昭来了一个灵魂拷问。你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我刚才有说了什么让你这样想的话吗？从你刚才说的话里，你好像从来没有一点点怀疑过我来路不明。简佳宇跟简佳楠也盯着他看，想看他怎么回答。他只好硬着头皮接道，隐隐约约有猜到一点。简昭也不知道信没信，闻言只是点点头。杨清河倒是有些担心了，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聪明，别回头把他拿去烤了吧，别问，问就是后悔。爹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好。少爷，那我怎么办呀？自个回京。那边的玉安还在鬼哭狼嚎，没人安慰他，孩子们都开心的不行。爹，你真的跟我们回去？杨清河当下就想拒绝，他可以接受跟3个孩子住，但是不能忍受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起住。可是当他想开口说不的时候，才发现他没有这个权利。于情，他是个后娘；于理，村里那间房子也不是他的，人家亲爹想回自己家住，他凭什么说不？我会让月安在村里另外置办一间空房的，到时候我就住在那里，你就去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不必担心。那间房子本来也是你的，我白住也不好，要不我给你租金吧。简昭哭笑不得，这个真不必，你替我照顾了小雨他们这么久，是我该感谢你。杨清河看他笑得心里发毛，希望等你恢复记忆的时候也能这样想。事情就这么定了，明日他们就启程返回兴安县。至于月安，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简昭终于松口，同意他一起走。至于京城那边，简昭也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去。不能再坐以待毙了。阿奇，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混账东西，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阿奇做生意从来都讲究一个诚字。是，把东西拿来。杜元生一声令下，管家立马去库房支了张100两的银票。我告诉你，要是你的消息让我不满意，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阿奇双手接过银票，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十分满意的折叠好，放进贴身衣物里。你现在可以说了，你打听到了什么？杜老爷，您找的那个师傅是一名女子。一名女子？就这？您不知道，
我费了多少心思才打听到的。我要的是确切的消息，不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废话。您不知道那不了方有多么的严密死守，能打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最确切的了。老爷，那位青青姑娘。青青姑娘？是她？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染料师傅是个女子的？我扮成乞丐，守在他们布料坊门口，守了好几天，才偶然听到他们的工人在门口闲聊，说姑娘什么时候回来，姑娘染出的颜色太好看了。嘿嘿，如果是个女人的话，这事儿就容易得多。老爷，这事儿小的有个办法。哦，你脑子倒是转得快，说说看。老爷，她可是个女子，这世道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啊。接下来的话他没有再说，但是杜元生明白了他的意思。能确保万无一失？您放心，我们只要这样。就照你说的办。莫掌柜，好久不见啊。杜老爷前来拜访，所谓何事呀？莫掌柜这话说的，以后可都是一家人了。这话可折煞我了，我可没什么能跟你结亲的关系。管家摆摆手，从身后的仆从手中接过一个精美的盒子，递给莫有生。莫有生微微眯起眼睛，没有伸手去接。莫掌柜，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的聘礼，我们之前说好了，派你妹妹为我们老爷第7房贵妾。莫有生直接气笑了，他千防万防，没有想到姓杜的来了这么一招。我想杜老爷是弄错了什么，我可没有什么妹妹呀。各位，你们可要帮我做个见证啊！上回我来这里，莫掌柜跟他妹妹可是上了我们家杜家的马车的。那一次就是去杜家协商抬妾的事情，当时已经说好了。今天我们老爷把聘礼送过来，莫掌柜这是公然反悔不成？胡说八道，也不说你满嘴谎言。我就问，谁家会带着姑娘上门谈亲的？话是这么说，还不是莫家姑娘口口声声说倾慕我家老爷，这才让他上门的呀。对，我可以作证，上次我亲眼看见莫掌柜跟一名女子同时上了杜家的马车。我也可以作证。接下来有3、4个人又站出来作证，无一例外都是说亲眼见到莫有生跟一名女子同时上了杜家的马车。我说了，我没有妹妹。你这是不认账了。我告诉你，就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赶紧把青青交出来。我最后说一次，我没有妹妹。杜老爷是不是搞错人家了？莫掌柜这是死不认账了。你妹妹要是不进我杜家，我看谁还敢要她。你说的妹妹是我吗？青青姑娘，你是来跟我回家的吗？杜老爷，我可是有相公的。杜老爷，强抢民女可是犯法的呀。杜元生的脸色已经涨成了猪肝色。青青姑娘，既然是想毁约，也不必开这种无稽的玩笑。娘，你好慢啊！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小雨。杜元生的脸又变成了猪肝色。哎呀，这真是人家一家子生活的好好的，杜老爷可不能破坏了呀。娘，怎么这么久啊？你在干嘛呢？介绍一下，这是我二儿子楠楠。杜元生的脸已经彻底黑了，他剜了管家一眼，要不是管家出的这个馊主意，他何至于丢人至此？哦，多幸福的一家子呀！娘，瑶瑶饿了。这个是我。够了，还不滚回家去！还要丢人到什么时候？等等，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杜元生没有动作，只是眼眨也不眨地看着他手里的东西。看清楚了吧？希望以后你别来烦我们了。在看清牌上的字以后，他那肥硕的脸可以说称得上是五颜六色了。我们走。到了里阳村安顿好孩子以后，杨金河就带着月安去了村长家置办房屋。金河，这是我在镇上打工认识的小兄弟，他们哥俩刚搬来此处，正缺个落脚的地方。您看我们村还有合适的地方吗？
村长闻言露出了个为难的表情。月安见状，不着痕迹地塞了一锭银子进村长手里。哎呀，你们瞧我这脑子，最近刚有一户人家搬出去了县里，这空下的屋子正巧找买主呢。杨清河看着村长这拙劣的演技，嘴角直抽抽。两袖清风果然不存在的，钱到位了，事儿就好办多了。村长在银子的驱使下，迅速地帮月安办理好了地契，房子的原主人只身搬走的，所以房屋里一切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采买。简昭在那边住下以后，杨清河就回自己住的屋子，一进门就看到简佳瑶不高兴地坐在院子里，两个哥哥分别站在他边上哄他。怎么了这是？谁惹我乖乖生气了？哥俩看了一眼娘，同时叹了口气。什么意思啊？娘，为什么爹不跟我们一起住？我们以前不都是住一起的吗？是啊，以前我们都住一起的。这说起来很复杂，但是爹离我们很近，你随时都能去看他呀。我不愿回京城，那里没有娘，所以想在一起，在这里有爹有娘。乖乖，我向你保证，不管以后怎么样，你永远都是爹跟娘很重要的宝贝。你们也是。简佳瑶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只是呆呆地看着娘。快点长大吧，小姑娘。自从献出了长公主的令牌，这布料的生意是上正轨了。他只负责染料配方的事儿，剩下的全交给了莫有生。简昭已经在里阳村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很多村民都知道村里来了两个奇怪的人，一个高大个儿，成天就是戴着面具，另一个矮个儿，整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一时间是议论纷纷。杨清河怕月安不熟悉村里的地形，特地把草根介绍给他。这段时间，草根带着月安跑上跑下，眼瞅着身体更结实了。自从月安知道小主子们每天都起来跑步舞拳，很是受了一番打击。谁教你们功夫的？娘教的。那就用心学，别半途而废啊。也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才发现孩子们不仅学了拳脚功夫，其他的诸如练字、围棋、跳舞之类的都一直在学。夫人，看上去跟一般乡下的女子不同啊。娘什么都会，无所不能。如果能早日恢复记忆就好了，也不知我们以前是怎么相处的。怎么相处？你以前跟原主除了吵架就是吵架，还能怎么相处？杨清河，死丫头，马上给我滚出来！没事儿，你们都别跟着，我出去看看。一开门就看到浩浩荡荡10来个人，嚯，都是老熟人了。狗东西，看到你爹还不赶紧滚过来！贱丫头，你耳朵聋了，老子叫你过来！你早饭吃毒药了，嘴这么臭。你这赔钱货，当初就应该直接掐死你！你又不是没做过。杨老太婆一噎，气得破口大骂，连她祖宗18代都没放过。虽然你们不想认我，但名义上我还是你们老杨家的人，这么咒骂自家祖宗，不怕晚上他们来找你算账？当家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对祖宗不敬的意思。要找你是找你，你这个虐待幼童的毒妇！张老沈，你儿媳妇说你呢，你不止虐待幼童，你还企图杀人，巧舌如簧。赵少爷，你没事吧？简昭头痛不已，他觉得外面的争吵声很熟悉，好像之前自己也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我怎么这么倒霉，嫁给你这个废物，还带着3个拖油瓶，看着就惹人厌。别叫我娘，我不是你娘。哭，就知道哭。怎么，我骂他们你心疼？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他们死活。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阵阵争吵声，都是同一个人在说。是谁？声音好熟悉。简昭仿佛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只觉得脑袋像是要炸开了一般。爹，你没事吧？片刻后，
脑袋里那股疼痛终于散去，简昭慢慢的缓了过来。少爷，我这就去找大夫。不用，没事的，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了，真的。可是你刚刚很痛苦啊。已经没事了，不必担心。如果再有下次，我马上去看大夫，行吗？贱丫头，你不得好死你！你来来去去除了这2句还会什么？你放心，我要不得好死的话，半夜第一个就来找你。你可真是……杨老太婆气得发抖，骂又骂不过，打也打不过。杨老大、杨老二2家都领略过杨清河的风，压根儿不敢出头，就这么看着自家老娘被骂。娘，你消消气，身子骨比较重要。杨老太婆心里别提多妥帖了，她被一个贱丫头这么骂，老大老二跟个死人一样，果然只有她的3儿才是最孝顺的。要那会回你们家吵去，别来烦我。说罢转头就想走，突然杨老爹对杨老三使了个眼色，杨老三会意，马上拍拍手。背对着他们的杨清河在那一瞬间感觉到背后一阵恶寒，他立刻回头，只见眼前闪过一道带有腥味的红光，他被泼了一身狗血。给我上！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发生，杨清河落入了一个宽厚的怀抱，看着突然出现的面具男子一脚踢飞了自己的老三，杨老太婆心疼的吱哇乱叫。你是哪里冒出来的狗崽子？我儿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不会放过你。元，你干什么你？娘救我！疯了！来人呐！有人杀人了！老杨家的人跟疯了似的抱头鼠窜。怎么怕了呀？让你欺负我家夫人，继续来呀！跑什么呀？谢谢，弄脏了你的衣服，回头我给你洗吧。不用，你没受伤就好。杨清河心里已经把老杨家的人问候了180遍了，如果不是简昭出现的及时，他现在估计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了。等杨清河洗好，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了。真是不好意思，害你也沾上了狗血。没关系，你没受伤就好。你家人未免有点过分。他们才不是我家人。该死的老杨家居然敢拿狗血泼他，势必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他开始琢磨起报仇的事儿，也就没有注意简昭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真有意思。美人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找你有事。嘿，美人儿，我这种垃圾渣子你不怕当你的眼吗？别废话，我有事要你帮忙，帮我做件事。您说。他朝阿狗招招手，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这您确定吗？不想要了。一想到那一锭银子够他逍遥快活好一段时间了，阿狗也没有顾虑了，狗腿地说：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等你好消息了。事情办完以后，杨清河又偷偷的回家。干嘛去了？你干嘛吓人啊？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你知道不？我可没故意吓你，你这是自己吓自己。报仇去了。怎么报仇了？秘密，晚上你就知道了。半夜时分，村子陷入一片沉寂，所有人都在梦中呼呼大睡。一个瘦弱的身躯正努力地把一个大桶搬进一户院子里。阿狗深吸一口气，然后憋着气提起木桶就打开一扇门，二话不说就用水瓢往桶里一舀，直接朝床上熟睡的人影倒去。阿狗趁机多舀了几瓢，趁乱马上离开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舀继续倒，直到把所有的房间全部倒上了，才趁着没点灯赶紧的翻墙逃跑。哎呦！杨家10来号人，上至老下至小都无一幸免，都被阿狗用粪水给好好的招待了一番。这一夜有人一夜好眠，有人折腾到天亮还未睡去。村长，
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你别靠过来，什么味儿啊？哟，这是一家人不小心掉粪坑了。村长，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家做主啊！村长一看杨老爹，心里就有数了，八成啊是杨老爹回来以后，这一家子又去找杨清河的麻烦了。先进屋说吧。你臭死了！你们一家子怎么回事？就不能洗干净了再出门？他不好意思说，他们已经洗了一夜了，那股味儿就是散不去。哎呦，说吧，怎么回事啊？这一问可不得了，老杨家的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一咕噜的往外倒苦水。行了，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美凤，你去叫清河过来一下。何美凤不情不愿地应下了，如果可以，她是真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了。夫人，你这招真是太损了。一大早，简昭就带着月安上门了。原来啊，昨夜的事儿已经传开了。娘，你什么时候安排的？我都不知道。这不是看你在睡觉吗？你可以叫醒我的。行，下次一定。简家南还想说什么，被他爹一个警告的眼神制止了。不说就不说。夫人，这种事下次您可以叫我。娘，有人敲门。你找谁？杨清河呢？让他赶紧出来。你谁呀你？想见我们夫？不对，想见他就能见的。你又是谁？哦，不会是他的姘头吧？你要是想挑事我不介意，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你也别怪我报复回去。何美凤实在是不想对上这个女人了，每次见到她都不会有好事儿。村长叫你。夫人，不是，又不是第一次了。她想让孩子们在家，自己一个人过去，岂料孩子们都不同意，非得跟着一块儿过去。杨清河无奈，用眼神向简昭求助，谁知简昭来了一句：行，一起去吧。啊，行吧，那就一起去吧。一行人在杨清河的带领下来到了村长家。什么味儿这么臭啊？贱人，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让人拿碰我们！什么东西？你说清楚啊！你这个狗崽子，你把我三儿踢了一脚，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居然自己送上门了！你敢动他一下试试？我说这狗崽子哪里来的？是这小贱人的姘头吧？真是什么人都往家里带，是不是又想生几个杂种出来养啊？我们有爹娘。哼，你们说的爹是这个戴着奇怪面具来路不明的人吗？杨清河可真会给你们找爹。什么来路不明的人？这可是村长亲自同意住进我们村的，你这是在质疑村长了？胡说什么？这两位小兄弟还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你们赶紧的把事情说清楚。村长也不在意简昭跟月安到底是什么人，反正看着也不是坏的。再加上杨清河自从变好以后越发的靠谱，他带来的人肯定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杨老爹看出来了，村长对这面具男的事儿明显是偏帮了。他没有多说，而是说起来此次来的目的，开祠堂加法伺候杨清河。村长，我也要告状，他居然拿狗血泼我，他这是什么意思？把我当妖了？总好过你拿粪水泼我们。哟，还真是粪水，哎呀，太恶心了！我说怎么这么臭？你们洗干净了吗？杨老二，你可别胡说，昨晚我可是在家睡得好好的，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得罪其他人被报复了？再说了，你们拿狗血泼我，可是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你们真的拿狗血泼他了？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村里有说法，拿狗血泼人可以映照出此人是否被妖怪上身，如果是，必须用乱棍把妖怪打出来才可安息。可不是，好几个人都看到了。杨老爹面对村长的质问，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这贱丫头的变化实在是太让人起疑，
根据家里的说法，是很突然就变成这样。胡闹！你外出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清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你们居然还想借着打妖的名义把他打死？什么？看他一脸懵的样子，村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村长把之前杨老太婆跪祠堂的始末跟他说了一遍，末了道：你回去管管你自己的婆娘，别成天的惹是生非。这次是想借除妖的名义打死清河。杨老爹转头看着自家人，发现他们的目光都躲躲闪闪，便知道这事儿他们都知晓，只是瞒着他，想借他出头收拾杨清河。杨老爹气笑了：好得很呐！看不出来呀，有些人的心是真狠，连自己男人都骗。你说什么你这个老婊子，我忍你很久了你！说谁呢，老家伙？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村长头痛不已。闭嘴，都给我滚！你们老杨家以后少惹是生非，再主动找事，马上赶你们出村。村长英明。村长，你讲不讲理？我不讲理，你忘了我上次怎么说的了？这次要不是看在你当家毫不知情的份上，你们现在又该收拾包裹滚人了。都给我滚！刚才谢谢你，多亏了你，不然我就要挨打了。简昭看向他的眼睛，水润的双眸满是笑意盈盈。小骗子，他才不会傻傻的站着挨打。小事不足挂齿。怎么会有这种人？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行了，别气了。杨清河随口安慰着，他都已经习惯了。眼下快过年了，过完年就搬去县里好了。开心点，乖乖们，不要因为狗吠而影响自己，好吗？你们不是他口中说的那样，你们有娘也有爹。好啊，开心！连老子都敢骗，你们胆儿肥呀！哭什么哭？哎呀，当家的，你干啥呢？可孩子们生什么气呀？等会你收拾东西回娘家住几天。你疯了啊！再废话，你别回来了！你疯了！杨元，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居然因为那个贱人敢赶我回娘家！爹，你干什么呀？孩子们被杨老爹这一巴掌吓懵了，一时间也顾不上害怕，全都哭了出声。杨元，我跟你拼了！杨老太婆操着后世的身子朝杨老爹扑过去，一时间老杨家鸡飞狗跳，拦都拦不住。自粪水事件过了几天，今儿天气好，杨清河打算去县里一趟，跟莫有生结算一下获利，而后再在县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县里，一听能出门，孩子们都高兴的不行。娘，让爹跟我们一起去，我想跟爹娘一起上街。我没法替你爹做决定啊，你要是想他去，我们可以一起去问他，行吗？爹，我们来了。爹，一起去县里吗？简昭没理由拒绝，点头。可以。好，娘，爹同意了。走吧。月安被留下来看家，不高兴地叨叨了好久，直到杨清河答应给他带好吃的，他才满意地恭送他们出门。这位是啊，第一次见吧？这是孩子爹。孩子爹，我的个亲娘嘞！杨清河不知道他内心的滔天巨浪，而是淡定地跟他谈起了想搬来县里的计划。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呢？你们想什么时候搬？爹一起吗？可以啊，买个大点的房子都可以住进去。他先前排斥跟简昭住一块儿，一是不了解这个人，二是那时候的简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外人。相处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他人挺不错，两人现在也是朋友了，当个合租室友完全没有问题。好哦，那就过完年就搬。大少爷，老爷派我等接你回家。哦，大少爷，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老爷查到您没事儿，
害我等第一时间来接你回家。不会，我在这挺好的。管家似没想到他会拒绝，当下就觉得恼火，很想甩手走人。不过是个不受宠的袁夫人的儿子，也敢在这里给他甩脸子，还是他儿子齐叔及时拽住了他爹，小声道：爹，别忘了夫人的嘱咐。大少爷，老爷真的很担心您突然消失这段时间，他费了不少心思找您呢，请您跟我们回去吧。真这么担心，怎么不亲自来？没规矩的东西，这里何时轮到你来插嘴了？相府的人是越发的有规矩了，当着我的面就教训我的人。啊，大少爷您别生气啊，这都是小事，我爹也不是故意的。简昭扯了扯嘴角，没有要理他的意思。杨清河看得好笑，这两个人就没有发现他是失忆患者吗？管家见在简昭这里行不通，便把主意打到了孩子们身上。孙少爷，是我呀，齐文，您还记得吗？有事？管家咬牙，现在在丞相府，苏姨娘提为夫人以后，就是他的一言堂，谁敢得罪他？作为他做下第一狗腿子的管家，也是好好的耍了一把威风，谁见了他不得恭恭敬敬的道一声齐文管家。今天却在这偏远村落被这一大一小摆脸色，真是要气死他了。想到主子的命令，他又硬着头皮看向简家南。孙二少爷，您还记得我吗？你走开，娘，我不想见他。孩子认生。管家这才抬头看了这女人一眼，他刚刚可没听错，那小子喊他娘。对了，管家突然想起嬷嬷回去的时候说起过，他给大少爷在村子里定了一门亲事，难道就是眼前这个女人？看什么？这么护着，嬷嬷不是说大少爷很讨厌这个女人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真是个没用的少爷，居然会看上一个低微的乡下女子。大少爷，不过是一个乡下女人，你何必这么生气呀？放肆！没有规矩的东西，你一个下人竟敢对主子出言不逊！管家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小屁孩呵斥了，他霎时涨红了脸。孙少爷，叫你一声少爷，是看在老爷的份上，你可别得寸进尺。哼，你一天叫我孙少爷，我一天就是你的主子。孙少爷这脾气啊，跟大少爷以前真是一模一样。说起来啊，大小姐也好久没见孙少爷了，孙少爷就不想念大小姐吗？听到他提到姑姑，不止简家宇，就连简家南都跳了出来，两人同时咬牙切齿地看着齐叔。也不知道大小姐现在如何了。说起来，自从大少爷离家，大小姐呀就没出过院子。住口！你们对姑姑做了什么？谁知道呢？看着齐叔那小人得志的表情，简昭皱眉，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最后发话：月安，都扔出去。好嘞，少爷，您放心。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早就想这么干了。这丞相府的人看一眼都嫌恶心。我告诉你，我们可是……齐叔话没说完，就被月安扯着手脚扛起来，朝门外走去。你干什么？放开我！不多时，就听到了扔东西的声音，随后响起了一声齐叔的惨叫。管家脸色发黑，气得浑身颤抖，指着简昭，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杨清河都担心他下一秒直接气晕过去。管家的脸也越来越黑，还翻白眼，随时有晕倒的倾向。晕倒了也好，省得挣扎。月安嘿嘿一笑，跟着刚才一样扛起管家，快步朝门口走去。惹人厌的东西终于被丢出去，空气都清新了不少。爷，怎么办呀？我知道了，我们回京。简昭也知道这趟是必须回去了。那女人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不知道暗中派人盯了多久，加之他妹妹情况未明，无论如何都得回去看看。娘，跟我们回京吧。娘，跟我们一起吧，我舍不得你。是回以前的家吗？是呢，瑶瑶真聪明。你跟我一起吗？你不去，我也不去。再说吧，
简昭离开的时候，门口已经没有了齐文父子的身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草根也跟着走了，热闹的屋子少了3个人，就突然冷清了许多。娘，你不愿意跟我们走吗？他要怎么回答呢？不是不愿意跟他们走，对他来说其实去哪都无所谓，他不是原主，没有什么落地生根的不舍，只是他自己没有想明白走了以后该怎么办。一开始他的计划是安心等简昭恢复记忆后回来，把孩子们安全的交还给他，他们和平分手以后各过各的。娘，楠楠，住口！我没有说不去啊，就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你们让我考虑考虑。爹，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爹，不如我们……不可，夫人可是交代了，必须完整带回去。哼，爹，你就是顾忌太多了。别忘了，夫人只是要他们的命，只要他跟那几个小杂种都死了。此事容我考虑一下。赵少爷，您怎么不开口，让夫人跟着一起回京啊？把杨清河扯进危险之中好吗？让杨清河自己决定好了。前路艰险，如果他想跟着一起，那便尽最大的努力保他平安。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无辜之人因他家里的破事遭受任何危险。思及此，简昭心里也有了判断，想通了便没有那么纠结了。简昭轻轻吐出一口浊气，转而思考起另一件事儿。他问岳安：我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但是听闻玉小姐跟母亲非常相似，是个直爽的女子。如果是神似她母亲，那必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子。我要写信给外公。齐文最终选择听儿子的，直接痛下杀手。爹，您打算怎么下手？那几个小杂种不是跟着那女人单独住在一起吗？不如我们半夜潜进去，然后……好，爹，到时候简昭看到一群尸体的表情，想想都很愉快。一想到简昭痛哭流涕的表情，齐叔就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巴不得深夜赶紧到来。深夜时分，杨清河还是没能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娘，还不睡？乖乖，是我吵醒你了吗？没有，我现在不困。不困也要睡啊，熬夜会让你变丑哦。哼，娘也熬夜，娘不丑。这逻辑好像没毛病。娘，外面有人。外面有人4个字，吓得杨清河立刻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娘，怎么了？嘘，外面有人。是谁？不知道。大半夜翻墙进来的，他不会是什么好事儿。你小心点，叫醒楠楠。谁？既然被发现了，干脆直接闯进去好了。杨清河看清了来人是谁，齐文和齐叔。小雨，带着楠楠躲开，瑶瑶也是，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屋子里霎时陷入了黑暗。娘，别管我，都别出声，想办法躲起来。你们躲不了的。片刻后，眼睛适应了黑暗。住手！你不想他出事的话，别动。楠楠，齐文不知何时抓住了简家南，掐着他的脖子，威胁地看着杨清河。否则我直接拧断他的脖子。娘，别管我。放开他。哼，不过是个乡下女人，孙二少爷倒是叫得亲热。杨清河急了，如果不是3个孩子在这里，就凭这父子俩，他分分钟就能收拾了。哼，你也是蠢，你们就去阴间团聚吧。千钧一发之时，门口被人一脚踹开，一个黑影咻一下进来，一脚踢飞齐文。楠楠，没事。突如其来的变故扭转了局面，杨清河抬眼望去，只见简昭一身戾气难以靠近，就这么站在屋子中间，盯着地上的齐文父子。哎，周少爷，你等等我呀，您跑得太快了，这是……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你敢？我们可是夫人派来的，
与我何干？你们真是看不清形势啊！我与他早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他的人是死是活，我都不在乎。不可以！少爷，求求你，我错了，求您饶我一命啊！清河，你也出去。不必管我。简昭拿起绳子一绞，咔嚓一声，齐叔的头便歪到了一边，没了声息。亲眼目睹儿子的死状，齐文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并朝简昭扑过来，想同归于尽。简昭压根儿没把一个老头放在心上，回手一脚，使劲一扯，齐文也倒在了地上，没了声息。月安，简昭朝门外喊了一声，没多会儿，月安便进来。清河，我们出去。什么？简昭拉起他朝门外走去，边走边说：没事了。杨清河就这么任由他牵着自己走，也不管去哪儿，也不在乎去干什么。你还好吗？没事了。你说你怎么会半夜过来啊？我夜观星象，掐指一算，感觉到此处一阵黑雾，便赶过来了。别贫，快说。心慌，半夜醒来，突然觉得心慌，便赶来看看。说起来真是悬，他平日里从不在半夜醒来，今儿不知为何临睡前就感觉到了急躁，半夜醒来后，这种感觉更是达到了顶峰，脑海里有个声音催促着他赶紧出门，于是他便急匆匆地跑来了。这是什么？父子连心？谁知道呢？这是什么？跟我炫耀呢？冤枉！你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这种事不过只有这一次，心软，下一次死的就是我。月安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自家少爷跟夫人坐在房门口互相傻笑的一幕。月安觉得怪瘆人的。少爷，都搞定了。我跟你们一起走吧。真的吗？好耶！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出发？这小子虽然看上去沉稳，实际上嘴角压都压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尽快吧，从这出发到京城需要将近1个月。草根，你愿不愿意跟我走？草根似乎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杨清河也觉得自己说的没头没尾的。他清了下嗓子，把事情来龙去脉大概说了一些。就是这样，你愿意跟我走吗？以后可能要麻烦你陪在萧雨身边。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我不勉强的。我以前帮你的那些，也是发自内心，并不是以此胁迫你干什么。草根听懂了。自从那天那2个人上门以后，他就察觉到了简才子的身份应该不简单。草根又想到了已经不在的奶奶，自从奶奶不在以后，简娘子真的帮了他很多，于情于理，他有这个还人情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好都怪我。直走，前面有个村子，借宿一晚吧。您怎么知道？不知道，闻到的。杨清河心里给他竖起大拇指，这鼻子可真灵，雷达呀，这是都能闻到别人家做菜的味道。按照简昭指的方向行驶，不一会儿便看到了眼前袅袅炊烟升起，果然是个村子。我去询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玉安怕他一个人搞不定，赶紧跟上去。娘，我们今晚住这儿吗？不一定，宝宝，看人家愿不愿意收留我们一晚了。没关系，不给我们就去林子里睡。简佳玉白了一眼，杨清河也忍不住白了一眼这傻儿子。爹，你说对吧？我们俩一起去林子里扎营吧。安分点。王兄弟答应了，让我们借住一晚。黄兄弟人很好，不仅给他们吃的，还给他们腾出自己的屋子睡，这让杨清河有些不好意思。你让我们睡屋子，你睡哪儿？我睡我哥的屋子，他明天才回来。他都这么说了，杨清河也不矫情了，只是将就一晚，有床睡已经是很走运了。岳安主动去马车里睡，因为他得守着马车，他一个人的话，睡着了马车还是够的，剩下6个人就得挤一挤。杨清河本以为在陌生的地方会睡不着，没想到沾床就睡，一夜到天明。早啊，黄兄弟。你是谁啊？杨清河一个机灵清醒了，他看着眼前的人，
是皇兄弟没错呀。哼，哥，他们迷路了，借宿一晚的。好家伙，双胞胎！劈柴的皇兄弟闻言没有多说，继续劈柴去了。别介意啊，我哥就这样。双生子呀，太像了呀，一模一样。我们这村子都是双生子。什么？这是有什么秘方吗？怎么生出来的小孩都是双生子？哈哈，没有什么秘方，我们都是逃难到这儿的。逃难？为什么？呵，差不多30年前，前朝皇帝听信妖僧谗言，说双生子的降生会带来举国之灾，于是皇帝下令不准有双生子出世，一旦发现立即斩杀。什么？杨清河震惊了，这双胞胎在上辈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甚至有些人会特地去庙里拜神求佛，就是想为了生一对双胞胎，居然就因为一个僧人的话全部杀掉。那段时间生了双生子的家庭人人自危，有些为了活命就把刚出世的婴儿交出去，有些则拼着命的带着孩子东躲西藏。我娘在奔波的路上受了不少苦，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没活几年就没了。太荒唐了，杨清河难以想象。我好像听我爹说过，后来还是新皇登基，废了这条律令，还平息了当时的民愤。是，那也是几年后了。杨清河觉得荒谬至极，想问问简昭知道多少，回过头才发现他一直眉头紧锁，从起床到现在一言不发。怎么了？悦耳的嗓音传入耳朵，令简昭紧皱的眉头不由得松开，脑海里纷乱的思绪被抚平了。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回答：喂，关于双生子这个事儿，你知道多少？问出口了才觉得不妥，他本人还失忆呢，能知道什么？他转而问到皇兄弟们：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也是凑巧，这是千郡城跟清安郡的交接处，刚好四面环山，一般人不会轻易来这里。最开始是几对逃命路上碰到的双生子在这里安家，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逃命经过这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一座小村子。那新皇登基以后已经废除这条律例，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呢？我们都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早就习惯了，出去的话哪里有我们安生之处啊？杨清河微微叹口气，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习惯了也就还好，只是没有想到先皇会迷信到这种程度。果然只要当了皇帝，心思都会敏感又多疑。吃饱以后，杨清河就同皇室兄弟告别了，他们还得赶路，在天黑之前进入清安郡。哎呀，你们听说了吗？听闻前2日早朝，丞相跟太傅当着天子的面打起来了。杨清河跟简昭对视了一眼，彼此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茫然的情绪。那个，你外公没事吧？我有跟你说过太傅是我外公吗？可能说过的，你不记得罢了。周少爷，需要我去打听一下吗？你不担心吗？外公他还挺厉害，反正不是个软柿子。片刻后，岳安回来了，把他打听到的消息一一告知。杨清河捋顺了思绪，问道：所以这是故意的还是？何以见得？京城太傅府，太傅正坐在榻上，吃着厨娘做的小糕点，悠哉悠哉，好不乐乎。也不知道昭儿到哪儿啦。没事儿，昭儿信里不是说了吗？他找到了几个孩子们，具体的等他回来再谈。老爷，太医来了！一听太医来了，太傅急了，赶紧叫了几个人把榻上的茶碗收走，自己则快步地走向床上，解开外袍就躺了上去。太傅，今日可还好？是张太医呀，辛苦你了。哎呦，我还是那个老样子，人呐，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经过一番的询问、脉诊、检查，张太医疑惑了，这老头除了有点上火以外，半点事儿没有。结合今早金銮殿上的事儿来看，恐怕受伤是假，想托简丞相下水是真。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
张太医跟太傅是有几分交情的，自然也乐得顺手帮他这个忙。太傅受了惊吓，万幸没有大伤，不过呀，还是得在家中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老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的药，记得每日早晚喝上一碗。太傅十分满意张太医的上道，果不其然，张太医回宫禀报一番以后，天子就赏赐了不少东西到太傅府，并叮嘱太医每日前去探望，直到太傅彻底痊愈。对此太傅是非常满意的，只要能让简明朗这小崽子跟着受罚，他高兴还来不及。太傅府那边是欢声笑语一片，丞相府这边则是乌云密布。老爷何时足以发如此大火，仔细了身子啊？刚得到消息，季温其叔应该是不在了。怎么会？他有什么不敢做的？从小就是混世魔王，目无尊长。老爷放宽心，昭儿还小，以后会知道你的好的。你呀，当初就是心软，你好心介绍木木给他，他居然就这么跟他和离了。你好心让他去乡下养身子，他不知招惹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下落全无。要不是你求我，我才不会下悬赏令找他呢。老爷别着急，等昭儿回来好好问问他这段时间都去了哪儿。母亲，礼儿不必多礼，你怎么来了啊？母亲，据说简昭要回来了。是，他快到了。他是真的命大。母亲，那之前自杀他的事简礼，我从小就教你要喜怒不形于色，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抱歉母亲，儿子知道了。你不必担心，他那死鬼娘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既然能让他栽一次，也能让他栽第二次。听说嬷嬷当初在乡下给他娶了一个村姑媳妇儿，不知道会不会带回来看看呢？一个乡下贱丫头，掀不起什么风浪。夫人，大少爷在太傅府里。表哥，你终于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等你好久了。好好说话。爹，我好饿。知道了，想吃什么？这是小雨对吗？小雨，我是你表姑姑。抱歉，我是小南，那位才是小雨。简家雨就很无语。小雨吗？小雨，我是你表姑姑。娘，我也饿了。江雪那温和可人的面孔在听到简家雨的称呼后瞬间破裂，她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地朝杨清河喊：你谁啊？抱歉，忍不住了。昭儿，你总算回来了。昭儿，让外公外婆担心了，是我不孝。你只要平安就好，平安就好。杨清河最看不得老人家难受，他推了推3个孩子，示意他们上去打个招呼。这是他们。太傅跟太傅夫人高兴不已，马上拉着3个孩子左看看右看看，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眼底满是对孩子们的疼惜跟爱护。这是清河，这段时间都是他在照顾小雨他们。我叫清河。好姑娘，谢谢你照顾他们。你是个好孩子啊，谢谢你。你跟表哥什么关系？表姑姑，我爹跟我娘是什么关系？你说呢？什么嘛！你们还叫他娘？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就改口吗？小雪，不许无礼！江雪嘴巴一瘪，嗷一声哭着就跑了。小雪从小被我们宠坏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杨清河表示理解，而且他还觉得这个喜剧人表妹挺有意思的。老爷夫人，丞相府的人来了。是谁来了？是丞相夫人和丞相府的2公子。太傅眼睛微微眯起，是苏清蕊跟简礼，想也不想便让人把他们赶走。简昭拦住，说了一句：外公不可，避免落人口实。一听到来人是谁，简家雨跟简家南都跟炸了毛的猫似的，
整个人都处于戒备的状态。杨清河皱眉，对着太傅夫人请求着：“孩子们也累了，能否让人带他们下去歇息一会儿？”太傅夫人瞬间明白过来，马上对身边的大嬷嬷说：“阿月，你赶紧带孩子们下去休息。3位小主子，请跟老奴来。”孩子们不愿意离开，纷纷看向杨清河。听话，草根陪着他们一起。先走吧，没事的，简娘子不会被人欺负了去。几乎是他们前脚刚走，苏清蕊后脚就跟简礼到了待客厅。昭儿，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我跟你爹都好担心你呀。大哥，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母亲因为担心你，好长时间都没有睡好了。干什么？昭儿舟车劳顿，你们不让她休息一下，在这儿哭什么？苏清蕊被这么一扒了，差点没站稳，还是简礼扶住了他。简礼怒道：“你们干什么？”礼儿，不可对太傅夫人无礼。简昭盯着苏清蕊的脸看，他对这张脸没有任何记忆，但是只看一眼便深感厌恶。想来以前的自己也不喜欢他。丞相夫人，什么时候太太夫人了？昭儿，我知道你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可是那会儿让你去想想，是真的想让你散散心。谁知道你会突然失踪。杨清河看的是津津有味，差点就想为他鼓掌了。这颠倒黑白的能力，这变脸的绝活儿，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哥，听说你在乡下新娶了个大嫂，她在哪儿呢？你是说我？你是我相公的弟弟？你就是我的新大嫂，不过如此呀，比不得之前的大嫂啊。注意你的言辞。大嫂别气，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嘴，喜欢瞎说话。不过大哥倒是对这个大嫂很上心啊，比起之前对大嫂。我说小叔子，你每句话都离不开之前的大嫂，是不是爱慕她呀？哎呀，我这嘴也是管不住喜欢说真话，这一不小心就戳穿了小叔子的心思。放肆！你胡说八道什么？丞相夫人好大的脾气，跑来我太傅府发威。苏清蕊气得差点咬碎了一口银牙，恨不得马上弄死这群贱人。想到此行的目的，他不断的深呼吸，最后缓缓劝道：“昭儿，你既然回到了京城，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去看你父亲，你招呼都不打就跑来太傅府，外面会怎么说你啊？”哦，是说我，还是说丞相大人？怎么，我外孙想来看看我这个老东西，谁敢说什么？大哥什么时候跟太傅这么要好了？之前都没见你跟太傅有多深的联系。这还不是多亏了丞相大人在静兰殿上公然斗殴，这事儿都传到了京城以外。我回来的路上没少听人谈论。说起来，我回京这事儿好像没有告知任何人，丞相府的人居然第一时间知晓，这可真是好本事啊！昭儿，你失踪的那段时间到底去了哪儿？我们真的很担心你，你不应该一言不发就玩失踪啊！我为什么失踪，你不知道吗？怎么了？我怎么会知道呢？昭儿，你一定是对我有什么误会，你就是不想看到我，也要回去看看子玉呀，他很担心你。此话一出，不仅是简昭，太傅跟太傅夫人都寒了脸，居然拿简子玉威胁他们。太傅懊恼不已，如果不是自己能力不够，早就把简子玉接出来了，何至于如此？相公，这位夫人是你的娘亲吗？不是，我母亲已经病逝了。啊，难怪世人常说后娘的巴掌过堂的风。这位夫人看似关心相公，可实则从头到尾没有询问过一句关于孩子们的情况。难道孩子们就不值得费心思吗？没等苏清蕊回答，杨清河又接着说：口口声声关心相公，那不应该在相公失踪那段时间把孩子们照顾好吗？你们那时候在哪儿？一点不担心吗？苏清蕊终于拿正眼看杨清河了，
他眼睛眯起，仔细看着这个村姑，多年养成的直觉告诉他，这村姑不好惹。怪我，都怪我。可是相爷的安排，我岂能插手？我知道我做什么在你们眼里都是错的，我真是……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我母亲亲自上门请你回去，已经够给你脸了。我就不在这里忍人闲了。李儿，我们走。夫人不必着急，我们明日一早就回去。孩子们舟车劳顿，我们也担心太傅的身体，今儿就让我们在这休息一晚。杨清河的意思呢，是一人退一步，孩子们的事情他就当没有发生过。苏清蕊呢，也别哭哭啼啼的从这儿出去。就这样吧，否则两边都别讨着好。丞相夫人回去告知丞相一声，明天我们就回去。欢迎回家。说罢就拉着简礼走了，连句告辞都没跟太傅说，估计是被气狠了。我刚才太冲动了。没事，等我们回去，我给你找回场子。我知道你是怕我们名声受影响，没关系的，孩子，我们江家也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别担心孩子。杨清河一顿，无数的感激涌上心头。他明明算是一个外人，他们还这么护着他。谢谢。母亲，这事儿就这么过了？哼，怎么可能？明天只要他回相府，必定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只要回了相府，怎么样还不是他说了算？昭儿啊，我的儿啊，为父终于见到你了，可担心死我了呀。原来是简才子回来了，之前就听闻有了他的下落。我就说传闻不可信，简丞相怎么可能谋害嫡子？对呀，之前简才子失踪的时候，简相为了找到他也是费尽心思了。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杨清河悟了，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好孩子，回来就好，平安无事就好。这戏演得差不多了，苏清蕊出来打圆场。相爷真是，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事我们回屋说。小雨，你姑姑在这群人里吗？没有，娘，姑姑不在里面。看着旁边春风得意的简明朗，杨清河故意使劲扯了一下简昭的袖口。怎么了？怎么不见你妹妹啊？昨天苏夫人不是说了，妹妹很想见到你吗？对呀，怎么不见姑姑？我要见姑姑，你们用姑姑把我们骗回来，却不让我们见姑姑。这话信息量有点大，而且简家宇是故意扯着嗓子喊的，于是便有那好事的百姓开口问：什么意思？骗你们什么了？小少爷，也只说一半呀。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我们先回去。子玉今天有点风寒，在里面等你们呢。我家主子的要求你懂了吧？今天发生的事，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的人尽皆知。您放心，不出3天，京城所有人都会知道简丞相用简大小姐的名头把简少爷骗回来了。一进丞相府的门，上至简明朗，下至粗使下人，全部都各自散开，无人再搭理他们。杨清河难以言喻地看了一眼简昭，你真的是亲生的吗？这待遇也是没谁了。哎，你还记得你以前住哪个地方吗？我说不记得了，你会怪我吗？为什么怪你？我知道路。那你赶紧带我们去，处在这里不好说事。简家宇点头，带着他们左绕右绕，来到了一处僻静幽深的院子处。这就是以前爹住的院子。杨清河面无表情地站在院子门口，这院子可是真够偏僻的，一看就是不受宠的人住的。不过好在知道他们今天回来，也算是派人打扫了一番。一行人走进去，稍作休息后，便听到有人前来传唤：大少爷，相爷请您过去，还有您身边这位姑娘一起。所谓何事？不知，您过去便知。你身边这个女子我不喜欢，一个乡下姑娘怎么配得上我丞相府的身份？赶紧休了她，让她滚回乡下。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你什么意思？我是你爹。
简昭冷冷地看着简明朗，内心深处毫无波动。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你爹，但是看着就跟个陌生人没什么两样，完全激不起一丝丝怀念。哼，想赶我走？苏夫人，您看看您身后的嬷嬷，当初就是这个嬷嬷上我家求亲的，说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找一名女子照顾孩子们。这个嬷嬷说的主子不是你吗？既是奉了你的命令找的我，现在简丞相又跟我说他看不上我。夫人，您连给继子主张婚事的资格都没有吗？此话一出，简明朗有些尴尬，苏清蕊则是黑了脸。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说他做不了主这句话。杨清河的本意就是想故意讽刺一下苏清蕊，想看他气得跳脚的样子。哎呀，看来我们昭儿很喜欢这位姑娘呢。相爷，您呐就别棒打鸳鸯了。简明朗脸色有些难看，昨晚要不是苏清蕊哭哭啼啼的找他哭诉，他也不会想着把人赶走，现在还怪上他了。简子玉在哪？不是告诉你了，子玉染了风寒，现在不宜见人。就是这样，等他好了再说。你想去看你妹妹吗？简昭点点头，又马上摇头。杨清河懂了，想去，但不是现在。光天白日也不好在简府里到处瞎跑，只能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说了。于是两人回到了简昭的院子，刚一进门就看到10来个小厮丫鬟站在院中。怎么回事这是？我们是奉夫人的命前来伺候大少爷跟几位小主子的。不去啊，都出去。还请大少爷不要为难我等。你叫什么名字？少夫人，婢子叫荷花。荷花倒是跟自己的名字相似，也算是合眼缘吧。杨清河觉得这个叫荷花的女子眼神挺干净的，不像那种心思深的人。恰巧他需要人来带他熟悉丞相府，就选她了。荷花是吧？你留下跟着我吧，其他人你看着安排吧。大家都听说了这位新少夫人可是个乡下女子，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一些人同情地看着荷花，被这么个乡下女子驱使，想想就觉得好笑不已。荷花却没有露出任何的不满，而是点头说：谢少夫人。刚才笑出声的那几个都打发去干粗活吧。这恐怕不妥吧，我们可是夫人派来的。就是啊，这个家是夫人说了算，有些人才刚来就摆架子了。我们的去向夫人说了算。住口，不得无礼。荷花，你什么意思？荷花，看不出你还真会护主。荷花只是皱眉，一句反驳的话都没说，就这么任他们谩骂。元，刚才说话的那些个都发卖了，卖身契找府里的管家要。今天之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他们。是。你以前在这家里是什么待遇啊？连下人都不把你放眼里。简昭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以前的自己是什么样，他不知道，有人知道。娘，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那你先说说。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姑姑啊？他不让我见。那可怎么办？没关系，别着急，我跟你们爹会想办法的，好吗？吃过午饭以后，杨清河单独把荷花留下。你知道简子玉现在在哪儿吗？少夫人这么问我，就不怕我回头跟夫人告状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既然留下了你，那肯定是信任你的。回少夫人，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什么意思？婢子有一次曾被夫人身边的嬷嬷叫去相府里一座非常偏僻的院子送饭菜，当时我才到院门口就被守门的人拦住了，他们直接拿过我手中的东西，便把我赶走了。当时我不知道是谁，也没有在意，不想过多打听主子的秘密。可是后来有一次，我听闻嬷嬷跟另一个嬷嬷聊天，隐隐约约听到大小姐、看管什么的。再一想到我那天送的饭菜，我猜测大小姐被关在哪儿。府里已经很久没看到大小姐的身影了，以前伺候大小姐的婢子们都被发卖了。你还记得那处院子的位置吗？婢子认路很强，我可以画出来。很好，
杨清河觉得自己真是运气好极了，难道这就是他的金手指？运气爆棚那种。我让荷花把地图画下来了，晚上我找个时间偷偷去探探情况。不可，太危险了。这就需要你给我打配合了。走水了，快来人呐！很快，安静的相府传来了各种呼救声和脚步声。来人呐！相爷跟夫人的院子里也走水了，救命啊！快把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叫出来，跟我去救火！可是我们……别可是了，出事了都得玩完。两人一听也知晓事态严重，赶紧把院子里的人叫醒。一行人朝着走水的方向跑去。杨清河等了又等，终于确定没有其他人了。走吧。别白费心思了，不管你们来问我多少次，我都不知道我哥的下落。我真不知道哥哥的下落。简子玉，姑娘的身形一震，不可置信的缓缓回头。嗨，是你啊，哥哥。啥意思？刚才那个我见犹怜的姑娘呢？那个因为害怕浑身发抖的姑娘呢？杨清河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这简家人一个个的都是戏精吧？你是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或许这就是兄妹之间的默契，仅仅是一句话就能看出对方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那个老女人？她对你做了什么？我找她算账去。杨清河眼疾手快，直接按住了暴走的简子玉。冷静点。新嫂子。见杨清河没有回答，简子玉便知道自己猜对了。面对杨清河疑惑的眼神，他不甚在意的解释一下。那老女人之前隔三差五派人来我面前故意炫耀我哥的惨状，我猜猜就能知道了。要离开这里吗？还差一点，哥，离当初你给我的清单还差一部分。简昭皱眉，第一次觉得没有以前的记忆很难受，很多事情都找不到方向。失忆的哥真烦。简子玉想了一下，指着杨清河问：他可信吗？关于这点，简昭则是毫不犹豫的点头。简子玉明白了，他理了一遍头绪，把事情三言两语解释了清楚。原来当初江夫人去世以后，苏清蕊就暂时掌管了丞相府。他刚执掌钟馗，就设计把江贝陪嫁里的10里红妆全给吞了，还转移了部分庄园的地契以及铺子的契书。当时的简家兄妹忙着母亲的后事，等反应过来才察觉到不对。简子玉当时就想找苏清蕊拼命，那些都是母亲留给兄妹俩最后的东西。这些年相府的亏空都是靠母亲的嫁妆才能维持住往日的风光。后来兄妹俩跟丞相府的人关系越来越紧张，直到苏清蕊设计陷害简昭出卖相府的京城防控，被简明郎赶去乡下。简昭刚走，简子玉就被从原来的院子赶了出来。他主动选择了这处偏僻的院子，因为这里有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密道，可以从这里直达外面。于是他就开始了，有人来就装成小可怜的样子，没人来就偷偷跑出去调查嫁妆的下落。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装的？太监了，一看就是装模作样。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得回去了，现在估计火已经扑灭了。既然你无事，我就不担心了，回头再找机会看你。改天我出去的时候再给你消息，我们在外面见吧。回昭院的路上畅通无阻，主要是人都聚集在一起救火了。走回花园假山处，简昭突然停下了脚步。怎么了？快走啊！不对劲，又不是真走水，布置一这么久了还在救火。不会真走水了吧？先回去。赵少爷，你没事太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担心出了什么意外。还没人过来？没那么快，真走水了。怎么回事？还不是那个人在院子里跟人野合。岳安赶到文曲院的时候，恰巧一个把守的人都没有。他当时还觉得自己走运了，刚把桶点燃放下，角落里的青石桌上就传出了女子的尖叫跟男子的呵斥。岳安一愣，这才注意到身后有人，衣衫不整的男女搂在一块儿。
月安无语，月安扔下桶就跑，没成想简里二话不说就追上来了，奔跑中不小心还踢到了铁桶，里面的柴掉了出来，刚好就砸到了盆景上，就这么烧了起来。所以难怪这么久没人找上门，感情真的是在救火呀。第二天一大早，简明朗跟苏清蕊就带着一帮人走向昭院。简明朗跟苏清蕊脸色发黑，简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人的脸都是绿的。昨儿忙活到了大半夜，才总算把简昭院子里的火扑灭。待到火势平息下来以后，苏清蕊就是用脚想想都知道是谁故意闹的这一出，无非就是为了简子玉，所以他第一时间派人去看简子玉。出乎意料的是，简子玉还好端端的待在院子里。一行人怒气冲冲的来到昭院，还没进门就看到简昭单手拎着一个桶正往外走。干什么去？报官去。报官？报什么官？简昭扬扬手上的铁桶，简里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铁桶，怒道：你还敢拿出来？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昨晚半夜3更的，我院子里发现了一个燃烧的铁桶，我呼叫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只得自己扑灭火。你什么意思？今早我才知道，原来昨夜人都在简二少那边，也难怪我这里叫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你到底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报官，有人蓄意放火还吃走了所有人，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大概现在都被烧死了吧。放屁！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还想倒打一耙？昭儿，管好你的人，别红口白牙说出污蔑人的话。说罢还委屈无助地看了简明朗一眼，期望他为他们母子做主。可惜简明朗看都没看他一眼，这可把苏清蕊气死了。怎么，他说中了你的心事了？你急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放火？那你说说，为什么这么巧合，人都在你那儿？我昨儿半夜跟绿叶在院子里，他能为我作证，我没放火。此话一出，场面瞬间寂静。绿叶不是你的大丫鬟？哦，二弟大半夜不睡觉跟绿叶在一起是？还能干什么？看陈烈火呢？住口！简里，自己辛苦栽培的儿子，竟然3更半夜不睡觉，再跟丫鬟打得火热，传出去都没脸见人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请问是哪位需要看病啊？是我，昨夜的火吓到了瑶瑶，所以让大夫来看看。这可真是够巧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么赶巧。简明朗现在也没心思管放火的事儿了，满心都在担心这大夫到底是听到了多少，会不会传出去。偏偏他还做不了什么，老姓唐是前朝太医院院首，高老之后在京城开的铺子，颇有名望，就是丞相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简明朗待不下去了，丢下一句：简离，你给我滚去书房，便匆匆离开。太好笑了，这人是个漏勺吧，什么都往外说。这算是意外之喜吧。杨清河看的是感慨不已，果然是认识人多好办事儿，没想到太傅的交友圈这么广泛，大夫的到来自然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杨清河一向喜欢打舆论战，于是简昭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由他本人出面逼迫简里把放火的罪名往他头上扣，到时候找一个刚好在场的外人把事情传出去就行了。老姓唐这大夫也是自己人，他们只用坐等结果就好。想到这里，杨清河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苏清蕊的脸色如何了。夫人，您仔细身体，气坏了不值当。嬷嬷，这可如何是好？夫人，仔细身体。都怪那个杂种，还有他带回来的那个贱人。简昭带回来的那个贱人，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夫人，老奴绝对没有胆子骗你。起来吧。夫人，他以前真不是这样的，要不老奴也不会让那小贱种娶了他。要不老奴派人去乡下再打听打听。不必了，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我迟早会要他好看。母亲，你要为我做主啊！
怎么了？谁打你了？这是？快叫府医来看看。还不是定国侯家的范家阳，不知道从哪里听信了一些无稽之谈，今天竟然当众嘲讽我，我气不过就跟他打了起来。这范家是怎么教导人的？不行，我得上门找他们说理去。母亲，你必须为我讨回公道呀！苏清蕊正愁一肚子火也没地撒，这范家就送上门了，他这就去找范家人算账。收拾妥当，正准备出门的苏清蕊碰上了刚巧带着孩子们回来的杨清河。呀，夫人要出门，让开，别挡道。小雨，带着弟弟妹妹跟我一起。怎么，我这个祖母叫不动你们了？简家雨不吭声，简家南跟简家瑶也是一脸排斥的样子。你想干什么？放肆！好没有规矩！你怎么敢这么跟夫人说话？只不过是带他们出门做客而已，你要是不放心，也可跟着一起来。行啊，夫人既然盛情邀请，我便不好拒绝了。只不过夫人的马车太小，怕是坐不下我们母子几个，不如再给我调动一辆马车吧。娘，他会带我们上哪儿去？别担心，有我在呢。对不起娘，老是拖累你。瞎说，别这样说，你们也帮过我不少，我们互帮互助。我们帮过你什么？我心里有数就行啊。苏夫人突然上门，实属意外，我都没有好好准备一番。还不是心疼我儿，都是做母亲的，你应该理解一下。我倒是很想理解你，可惜我儿做不出那等丑事，实在没法再感同身受了。这话一出，苏清蕊脸色跟泼了油漆似的刷得变绿。杨清河忍不住扑哧笑出声，看来这流言可谓是人尽皆知啊。苏夫人上门是为了简礼的事吧？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她活该。这就是你们范家的家教，大商人还如此理直气壮。夫人，您别激动，依照我看，8成是你儿子先得罪人的。可不是，有些人连前因后果都没搞清楚，就急冲冲上门兴师问罪。切，那不如你们来给我说说前因后果，我倒是不知道，现在打人的还有理了。范家阳皱眉，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打架的缘由。怎么，是说不出口了？我来说吧。今儿我在街上走，遇到了令郎，令郎当场拦住我的去路，且对我出言不逊。刚好家父经过，一时气不过，出言讽刺了令郎几句。说到底，最后先动手的还是令郎。我儿可不是这样的人，现在也没有其他人作证，怎么都是你们说了算？我们家小寒被欺负，我没有找上门都是好的，你还来我这里撒泼？你从前便处处与我作对，你儿子跟你真是一脉相承。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苏清蕊一时没有办法，她面上不认，但心里多少是了解自己儿子习性的。苏清蕊抬头，没再理会定国侯夫人，而是看向范家阳。你打我儿，怎么说都是你动手不对，这事儿就是闹到人尽皆知，我们也是占理的。占什么理？强妻民女的理吗？住口！这里轮得到你说话？要不是夫人盛情邀约，我也不会在这里啊。他的话引起了定国侯夫人的注意，也唤起了苏清蕊一开始的打算。哼，说起来，我们也算半个亲家呢。不知我那远房侄女儿在范家过得好不好？说起来，我来了这么久，怎么也不见我侄女？一提到他侄女儿，定国侯夫人就十分不喜。这女的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当初若非他大儿子要死要活非得娶她，定国侯夫人是绝对不会让她进门的。苏清蕊的远房亲戚能是什么好人？范青云为了一个女人跟家里闹至快决裂，定国侯夫人对大儿子失望至极，关系也不如以前亲厚。怎么，这范家不会是虐待我侄女吧？没有人看到在角落一直没说话的简家雨跟简家南，在听到苏清蕊的话以后，脸色有多难看。怎么，苏夫人今天上门事儿还挺多？顺道看看侄女罢了。是姑姑来了。
杨清河闻声回头，看到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走了进来。木木，好久不见。姑姑要来，也不跟我提前打声招呼啊。我只是临时拜访，没打算打扰你。张木木先是跟苏清蕊打了个招呼，随后又跟定国侯夫人点头致意。母亲。定国侯夫人闷闷地嗯了一声，以作回应。张木木的目光又移到杨清河身上，疑惑道：这位是？话到一半便止住了，因为他看到了杨清河身后的3个孩子。张木木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苏清蕊见杨清河盯着张木木不说话了，以为他怂了，马上故意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姑娘姓杨，是昭儿新娶的妻。他的话引起了一屋子人都把目光移向了杨清河。小雨，好久没见娘亲了，快过来打招呼呀。原书里说过，张木木和离后是嫁给了定国侯家。快去呀，小雨。祖母在说什么？我的娘亲由始至终只有这位，祖母不要弄错了，不要把无关紧要的人认错了。是哦，娘亲只有一个，祖母不要认错啦。杨清河心里淌过一阵暖流，孩子们无条件地选择了他。有些人真是自作多情。瑶瑶呢，也不想你娘亲。娘亲一直陪着我呀。苏清蕊的脸跟锅底一样黑了，不止她，张木木也好不到哪里去。哼，也不知道跟什么人学的，如此无礼数。说的是，也不知道苏夫人的家风是如何教导的，居然当着我的面去骂我的孩子。哦，对，我忘了，苏夫人姓苏，您好像姓张。哦，原来如此。先辈有言祸从口出，还是注意点好，未免哪天遭罪都不知为何。苏夫人，您侄女在教导您呢，回去好好管理简礼。祸从口出啊，她不就是嘴贱被打的？定国侯夫人多看了杨清河2眼，她眼里流露出赞赏，这个杨姑娘可不简单，不是个任人拿捏的主。你在瞎说什么？跟我表哥有什么关系？谁知道呢？说罢还故意看向苏清蕊，苏清蕊整个脸都扭曲了，她握紧拳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脾气。那什么，叨扰了，我们就先走了。苏夫人可能还得留在这里，好好跟侄女儿培养感情，就不打扰了。真是一位有意思的女子。有什么好事？听到简昭的问话，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从头到尾的给他说了一遍。真的，你没看到苏清蕊那脸色？哎呀，笑死我了！你太草率了，如果他今天带你去的是其他地方呢？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你们的安危。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呢？今天收获如何？简昭简短的跟他说了一下今天的情况。秦相一直对外声称子玉得了重疾，不宜见人，甚至拒绝了天子让太医上门的提议。如今母亲大部分的嫁妆都已经打听出了下落了，就等着找个机会拿回来。你这妹妹倒是有点本事啊。听闻子玉跟公主的关系极好。你打算如何拿回来？不急，只要岁嬷嬷那里有底单，只要苏清蕊倒台，这一切便可顺理成章地归还回来。可惜有一些藏品已经下落不明了，许是为了维持丞相府的荣光，被苏清蕊卖了也说不定。简昭还想说什么，便听到外面传来了简明朗的声音：大后天你准备准备，跟我一起进宫。皇上听闻你回来了，想见你一面，大逢大后天是五皇子的生辰宴，你便一同去吧。可以，但是我要求清河跟我一起。大哥，你没事吧？胡闹！你以为皇宫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的？那你回去吧，我这个阿猫阿狗就不去了。你，大少爷，您就别气相爷了，父子之间何苦呢？我说了，要么清河跟我一起去，要么简相赶紧去回绝了皇上。你非得跟我作对是不是？杨清河也无奈了，简昭为啥非得拉上他呀？说实话，虽然他是有点好奇皇上的姿容，但是他真不想进宫行那些三跪九叩的礼。
相爷也在啊。这戏精夫妻是约好的？相爷这是找昭儿什么事啊？你来干什么？我来找杨姑娘的。刚进门便接到舒贵妃的请帖，大后日是五皇子的生辰，贵妃想着大肆操办一番，邀请我们府里的女眷与孩子们一同前往参加赏花宴。杨清河一听他的话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来来去去就是想让他出丑呗。可是晚上皇上设宴款待，你不跟我一起去？相爷放心，我们到时候跟随着贵妃一起去赴宴。况且赏花宴举办的地点也是在贵妃的永寿宫里，不会耽搁的。既如此，杨清河也没拒绝苏清蕊，一切便定下来了。行了，你也听到了，到时候你也给我老实进宫。你刚才不是一脸不想进宫的样子吗？有吗？说起来我还想问呢，你为什么非得拉上我一起去？你跟在我身边，我会比较放心一些。杨清河没想到是这么个回答，有些好笑又有些无奈。你现在一脸很想进宫的样子，为何？哎，别管了，难得进宫一趟，我可期待了。简夫人，这位是，这是昭儿新娶的妻子。妻子？是哪家小姐？从未见过。不是哪家小姐，是乡下认识的。乡下认识的5个字就道出了杨清河乡下女的身份。苏清蕊心里嗤笑，她以为杨清河在故作冷静，其实内心已经兵荒马乱。不过呀，这一点她倒是误会了，杨清河是真的无所谓。苏清蕊一入场便被好几个叫过去寒暄了，杨清河乐得无人搭理，寻一处无人的凉亭，便跟孩子们坐着继续聊天。杨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范少夫人，直接叫我名字吧，我叫周小涵，叫夫人什么的太生分了。小涵。周小涵一高兴，马上坐在他旁边，跟着他闲聊了起来。不得不说，周小涵这人挺健谈的，不一会儿杨清河就搞懂了在场的谁是谁。我大嫂也来了，她总是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看不起人？凭什么？孩子们坐着有些无聊，杨清河便说：自己去周围走走逛逛，注意安全。简佳宇一听，连连保证会看好弟弟妹妹。杨清河还是不放心，让荷花跟周远离一起跟着。今日吾儿生辰，请各位来是一同庆贺的，便不必拘礼了。贵妃可真好看。那边的贵妃不知道跟苏清蕊说了什么，苏清蕊面上一喜，马上点头，随后立刻看向凉亭中的杨清河，对身边的丫鬟说了什么，丫鬟朝着杨清河走了过来。少夫人，夫人请您过去。哦吼，终于来了。夫人找我有事。大胆，贵妃在此，还不行礼？杨清河斜了一眼嬷嬷，又看向贵妃，嘴角一扬，便朝她行了个礼。舒贵妃来了些兴趣，这丫头挺有意思，行礼规规矩矩，让人挑不出半点差错。你是跟阿昭怎么认识的？乡下认识的。突然荷花急急地跑了过来。夫人，出事了！杨清河眼皮一跳，赶紧让荷花带路，不管不顾地扭头就走。周围一片哗然，这也太没礼数了，这可是贵妃啊！舒贵妃却没有被冒犯的感觉，而是对身边的嬷嬷说：走，我们也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谁是他家长？我是，有什么问题？杨清河看了一眼那人，好像刚才周小涵给他介绍过，不过想不起来了。娘，他打我！本来就肥胖的脸，因为鼻涕眼泪挂满脸，显得更滑稽了。杨清河忍不住笑出了声。笑什么？乡下来的就是没规矩，一见的东西。哼，笑你儿子跟你一样蠢。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技不如人就得认，明白吗？来啊，把这贱人给我拖出去！怎么，现在怕了？晚了。不，
我只是在想，这永寿宫到底谁才是主子？放肆！娘娘恕罪，娘娘恕罪，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舒贵妃没有理会他，而是抬眼看向杨清河。杨清河思考再三，还是没有跪下，先是朝舒贵妃行了个礼，然后解释道：打扰了娘娘的赏花宴，实在是民妇之过，还请娘娘念在民妇护子心切的份上，饶过民妇。护子心切，本宫没记错的话，这3个孩子的娘亲另有其人吧？娘娘记错了，这3个孩子的娘以后只是我。他大胆的回答震惊了所有人。老天爷，这位是真不怕死啊，居然直接跟舒贵妃顶嘴。人群中的张木木死死咬着嘴唇，看向杨清河的视线犹如锋利的刀子。舒贵妃听了以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嘴角微微上扬，似是赞赏又是怀念。很有胆量。行了，起来吧，都散了。今日本宫不想动怒，谁再惹事，那也别怪本宫翻脸。说罢，带着嬷嬷转身就走。围观的人面面相觑，碍于刚才的警告，也没人敢多言。跪在地上的女子站了起来，狠狠地瞪了杨清河一眼。这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杨清河回了他一个白眼，谁怕谁呀？你可真有意思啊！谢谢。你是？我是柳九九，是小五的妻子。见过皇子妃。你倒是机灵。小雨，好久不见了，又长高了不少。皇子妃，又生分了不是啊？我跟你爹犹如兄妹般，你可以叫我一声姑姑。姑姑。杨清河一喜，简昭跟皇子妃还有这层关系呢。他又赶紧把简家南跟简家瑶也拉到跟前儿，给柳九九介绍了一番。此时不攀关系，更待何时？清蕊，听闻你家的紫玉姑娘多才多艺，好想见识一下呀。直觉告诉他来了。哎，紫玉染了重病，一直在养病，根本没办法让她出门呀。哎，没事儿，不是还有一位吗？瞧着也是个年轻的姑娘，不如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不太好吧？杨姑娘是乡下来的，怕是不太懂这些。哎呦，你瞧我这脑子都忘了，也是一个乡下来的。行啊，不就是表演吗？小意思。想看我的笑话？问过我了吗？他在苏清蕊震惊不已的目光下，从容地走上了台子。姑姑不必担心，放心吧，难不倒娘。有些人得失望喽。紫玉身体抱恙无法出席，既然有人想看他的才艺展示，不如由我献丑替他展示一番。那就先来作诗吧。那就来个物是人非吧。这是逼不得已，并不是想剽窃您的作品，希望您原谅。上你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薄，比翼连枝当日愿。台下一片寂静，须臾之间，人人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大师真是对不住了，仅用您的诗词装了一波。不可能，你一定是盗用了谁的作品当成自己的。怎么？你倒是说说，我盗用谁的？那夫人噎住了，她当然不知道这是谁的。既然你不信，你可以再拟一题，我再做一首。这次的主题是不，我不拟题了，你自己做一首。行啊，让我想想。他佯装寻找灵感，目光四处乱转。突然他愣了一下，简昭怎么也在这里？怎么还没想出来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杨清河吟完以后突然沉默了，看见简昭的一瞬间，他脑海里就浮现了这首诗，头脑一热就念了出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好诗，好诗啊！舒贵妃开了这个头，不少人都附和着她的话，一顿无脑夸。杨清和汗颜，心里又不停地给辛弃疾大师道歉，真是迫不得已，没有故意想盗用您诗句的想法。他甚至想以后打死他也不搞什么作诗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哼，阿昭啊，你这小夫人有点意思。简昭瞥了一眼对方，据说这位是他的至交好友，隐隐觉得熟悉，不过还是想不起来。殿下，想起刚才的诗，简昭的耳朵尖都红透了。九九好像很喜欢他，能让九九喜欢的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是，清河人很有趣。当初就应该多劝劝你，别让你娶张嬷嬷的，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你这小夫人呢，真是乡下来的吗？我看许多大家小姐都不一定如她。舞台上这边，杨清河面无表情地听着台下的尬夸，饶是他自认脸皮厚，也有点支撑不住了。这些人也太能吹了吧，把他夸的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了。苏清蕊的脸已经黑得不行，打死他也想不到，计划是让他出丑的，结果却变成展示他的才艺。姑姑，娘很厉害的。娘最厉害。简少夫人，不是还有一个弹奏吗？你想表演什么曲子？让清河无奈，自己挖坑，说什么也得装到底，不就是演奏，小意思。哦，瑶琴？你们娘亲还会弹瑶琴？没有娘不会的东西。杨清河轻轻拨动了一下琴弦，悠扬古雅的琴音婉转动听。锵，前奏响起，瞬间震惊四座。没错，杨清河弹奏的就是著名的十面埋伏。一曲终了，杨清河甩甩手，好啊，太好了。夫人，我没给丞相府丢人吧？好，真是好样的。杨清河看着苏清蕊努力挤出的笑容，心里说不出的痛快。皇子妃，你很有意思，比起那些一脸讨好的人，还是你这样的人让人舒服。皇子妃过奖，民妇就一普通百姓。普通？你要这么说啊，今天那些个不如你的大家闺秀，岂不是更普通？等赏花宴结束，我会吩咐人带你们去休息，晚上一起去宫宴。现在你满意了？你还想我今日丢人不够？阿君，你听我说，我是真不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少假惺惺了，人人都来夸赞你丞相府人才辈出，你满意了？阿君，这事怨我，是我没调查清楚他的底细，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调查。不必了，以前我也帮你做了不少事，就当我瞎了眼不识人心，今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第一次见这么豪华的晚宴吧，有没有让你这个乡下来的开开眼界？我懂，你这种乡下女子，若不是走了狗屎运，嫁给了我大哥，这辈子都还在地里刨食吧。你有空在这里废话，不如想想你那些流言可怎么处理。刚才不是被御史大人给拦住了？发生何事了？夫人不知道，最近你儿的流言可是愈演愈烈。刚在宫门外呀，御史大夫刚巧跟丞相碰上，可是把丞相给一顿好骂呀！哈哈哈，这是本官的家务事，就不劳王爷费心了。听闻今日舒贵妃的赏花宴上，简才子的新夫人可谓是大出风头啊！那子文学造诣比我更上一层，我是自愧不如。啊，不，过誉了。简才子倒是比以前爱夸人了。
宫宴过半，大家吃喝都差不多了。太子突然举起酒杯，起身道：今日是本宫武帝的生辰，本宫祝武帝未来的日子一切都好。弟弟，谢过太子殿下。来人，端上来。随后2名宫人拿上一幅画卷。怎么样？这是本宫亲手画的，希望武帝不要嫌弃本宫画艺不精啊。太子殿下说笑了，弟弟回去一定好好珍藏。有了太子开这个头，其他人也纷纷开始献上自己的贺礼。小雨哥哥，好久不见了！啊，三皇孙，我没叫你。好久不见了，三皇孙。好久没见你了。我母妃她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你怎么总也不跟我说一声呀？这到底是谁？三皇孙李荣玉，5皇子的儿子，最近染了风寒，一直住在养心殿中。宫宴的时候没有见到他，想来是偷偷跑出来了。阿昭舅舅，不许告诉母妃。舅舅，大哥真是桃花运旺盛，跟皇子妃不仅是青梅竹马，先后又连娶2任夫人。住口，混账玩意儿！皇子妃也是你能随意评判的。我与5皇子还有皇子妃一同长大，说起来确实是亲如亲兄妹。昭儿，你弟弟最爱胡说八道，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李荣玉，你胆儿肥了，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来。姑姑，您别怪阿玉了，是我今天没有一进宫就去找他。小雨，姑姑本想等他病好了再带他去看你，没告诉他你回来的消息，也是怕他闹着要见你。不曾想这小子大哪听到你的消息，自己偷偷跑出来了。怎么了这是？简香那儿这么热闹呢？简明朗身形一顿，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怎么？是有什么不可说的？是三皇孙来了。皇帝一听，立马转淫为情，喜上眉梢。哦，是荣玉来了，快过来，让朕看看。李荣玉一听，胡乱擦了擦眼睛，朝主座上走去。哎，这皇孙很受宠啊。简昭点头，简家男皱着个小脸，不高兴地说：哼，就是会装可爱。荣玉怎么跑出来了？是太无聊了吗？回皇爷爷，我没事，就是想见小雨哥哥了。怎么哭了？李荣玉摇摇头，因为想小雨哥哥哭这种事儿太丢人了，才不要说。卓福啊，三皇孙说的是谁呀？回陛下，可能是指简才子家的大儿子。老奴曾听闻三皇村跟那位小少爷关系特别好。皇帝若有所思，简昭家的孩子呀，那应该是品行不错的，荣玉跟着他玩倒也没什么问题。说起来，本想今晚散席后让简昭去御书房聊聊，但既然荣玉提到了他儿子，就一起叫过来见见吧。卓福，这叫简昭，跟他大儿子过来一趟。是，万岁爷。一旁的皇后看着卓福离去的背影，再看一眼温声细语哄着李荣玉的皇帝，袖口下的纤纤玉手紧握成了拳头。同样是皇孙，太子家的大皇孙，皇帝也只是偶尔去看望，二皇孙更是仿佛不存在似的，唯独只有李荣玉这个三皇孙，皇帝是宠到心眼里。简昭见过皇上，皇上万福。佳宇见过皇上，皇上万岁。李荣玉听到了简佳宇的声音，立马伸头朝他一笑。看来我们荣玉真的很喜欢跟你玩啊。这是佳宇的荣幸，能得三皇孙高看。果然是虎父无犬子，简才子都如此聪颖，儿子只怕青出于蓝。皇后娘娘妙赞了，犬子不过是寻常的小孩，要说人中龙凤，还得看宫中的皇子皇孙们。简才子不过是民间百姓玩闹时取的称呼，当不得真。娘娘这么想，草民愧不敢当啊。皇爷爷，我想去跟小雨哥哥玩。去吧，这里闷，可以去外面走走，不过万不可爬山爬树。请皇上放心，佳宇一定会照顾好三皇孙的。早知道荣玉出席，臣妾也把瑞嫔叫来，可以一起作伴玩耍。瑞嫔学业繁重，还是以功课为主，荣玉还小，正是爱玩的年纪。皇后听到这话，
差点要咬碎一口银牙。又是这样，心真是偏到没边了。杨清河带着简家3个孩子加上一个李荣玉，一同来到御花园外走走。你是小雨哥哥的母亲吗？是啊，我是。我有很多金银珠宝、玉器字画，都是黄爷爷给我的，我现在统统赏赐给你。我把这些都给你，你以后经常在家陪小雨哥哥行吗？他很想你的。我目前只有这些，如果不够，以后黄爷爷给我的我都可以给你。你放心，我会好好陪着他的。真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不回家住吗？不会。面对这么赤诚的小朋友，替张木木背个锅又如何？夫人，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去了。我们回去吧。我不想回去，还没逛够呢。你以为这是简家后花园呢？就是逛到明天都不会逛够。行了，三皇孙还病着呢。行，回去吧。小雨哥哥，我明天还能见你吗？放心，我们不走啦。真的吗？真的。我明天去找你玩。不可，病好了再说。我真不走了，等你病好了，随时来找我。简少夫人呢？本宫也想亲眼见识一下少夫人的风采。回皇后娘娘，内子陪着三皇孙出去散步了。既然是跟荣玉在一起，便算了，改日再见识也是一样。皇上日理万机，择日不如撞日。简昭想说什么，杨清河就带着孩子们回来了。这不是回来了吗？哎呀，巧了不是，省得本宫让人去寻你。皇后的话让杨清河心里咯噔一下，笑得那么假，肯定没好事儿。本宫听说你今天在舒贵妃的赏花宴上，可谓是大显身手，可惜本宫今日有事在身，无法前去，没能亲眼见识到。简才子本人如此出众，想必夫人也是才高八斗。不如这样，既然你今天在赏花宴上做了2首诗，不如当场再做一首。皇后妙赞了，只是内子他……本宫知道简才子心疼夫人，只是这作诗能在舒贵妃面前做，却不能在本宫面前做。皇后真是说笑了，何苦为难简少夫人？要想作诗，太子妃不就是号称京城第1才女吗？皇后不语，微微眯起眼看着舒贵妃，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爱妃此言差矣，朕也想见识一下简少夫人的本事。见杨清河久久不动，皇后不乐意了。怎么，是本宫请不动你？皇后娘娘折煞我了。那赶紧开始，跟在赏花宴上一样，你自由发挥。献丑了。在脑海里搜索了一遍古诗300首，最后决定就用那一首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首诗完整的太长了，他只引用了4句，糊弄这群人也就足够了。诗仙太白的作品足够秒杀一切了。何等的绝妙！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好啊！一时间是人声鼎沸，文官们都沸腾了，武官们也加入了讨论。人生得意须尽欢，好一个须尽欢呐！你年纪小小，心思却是深沉。杨清河没敢接茬，他一时摸不定这是夸赞还是其他，只是低头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有没有兴趣入朝为官呢？清河谢过皇上青睐，只是清河尚且年轻，自认才疏学浅，恐无法胜任，请皇上容清河斗胆推辞。你倒是谦虚。清河十分感恩皇上的赏识，只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显然清河不是那个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简昭悄悄看了眼李荣玉，微不可察地朝他点点头。李荣玉眨巴眨巴眼睛，须臾之间反应过来，马上张嘴打了个呵欠，泪眼朦胧地对皇帝说：王爷爷，我要睡觉。好好好，王爷爷这就带荣玉回去休息。
朕也不是那等强人所难之人。你去吧，若甫，回去了。皇上起驾回宫，恭送皇上。皇上走了，可是还有个皇后啊。本宫倒是小瞧了你，原以为不过是小打小闹，没成想倒是有几分本事。姐姐这话说的，虽然太子妃被誉为京城第一才女，但也不乏其他的人比太子妃厉害啊。妹妹的意思是，你家的九九就是那个厉害的人。莫名被牵扯，好气啊！我家九九从不去夸大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皇后没再说话，而是瞪了舒贵妃一眼。舒贵妃看都没看她，继续悠然自得的饮酒。而太子妃本人快气死了，她俏丽的双眸里满是怨念，死死地盯着杨清河。明明她才是京城第一才女，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臭丫头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让她蒙羞。爹娘，我乏了。皇后娘娘，舒贵妃，柚子年幼，已经乏了，清河就先行告退，带柚子回家歇息了。下次再邀你进宫玩。可别了，不是很想。如蒙大赦的杨清河朝简昭使了个眼色，马上带着孩子们跑路了。